本频道承诺谢绝付费，抵制充电，无 PDD 无拼接，可放心观看。古代一男子正提着2花生油在厨房里不知所措，原来男人穿越重生竟然带来了一座仓库，只需意念一动便能带着东西自由自。几天前他还是一位苦逼的搬运工，只因工作时被货物砸中，意外。哥，你别想不开，嫂子说了，还有1个月薛家才来娶人，只要你能拿出聘礼，他还等你。他的媳妇还未迎娶过门，竟被财主家给劫了户，于是给活活气死了。哥，你不会还想把我卖了吧？大丈夫何患无妻？妹妹别说了，哥原先太混了，以后哥养你。哥，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陈乾低头一看，自己手里居然提着2桶花生油。娇儿，你一定饿了吧？去外面看看太阳是什么时候了。陈乾兴奋地再次尝试了一下，果然还能进去，随手拿了几个面包和一袋沙琪玛。娇儿，快吃。哥，这是啥？米糕，快吃吧，朋友送的，忘了拿出来。哥，这米糕真好吃。咋不吃了？巧儿饱了，剩下的留给哥哥吃。妹妹，这东西管够，哥还有很多好东西呢。哥，你真好。之前你哥亏欠你的，我一定都给你补回来。两兄妹和往常一样正常出摊卖弄文笔，看着生意不好，陈乾有些失望。得想办法先搞点钱，把老婆弄到手。远看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这诗意境很是不错。先生，看您就是一个读书人，买幅字回去吧。哦，这词赋是谁做的？我哥自己写的，他是秀才。这字倒是很寻常，不值1两银子。不知你可还会写别的吗？陈乾沉思了一下，把贾谊的论机注书写了满满1张纸递给老者。咦，仓廪实而知礼仪，民不足而可治理。这篇书论写的倒是很有些道理。500字5两银子，不讲价。敢问这位学子高姓大名？我哥叫陈乾，是城关村人。原来是陈学子，实在不巧，老朽恰好没带那些银两。这篇书论我留下，明日再送银子给你可否？哼，有意思吗？害我写的手疼，终究还是来哄骗我玩的。不卖字了，哥带你找别处赚钱去。城关村，陈乾真是个狂生啊！哎呀，宋大人，学生听说你来抚远，正到处寻你，好巧不巧，刚好遇到，快请到县衙去，黄知县正等着您呢。此人叫薛盘贵，抚远薛家的大公子，举人出身，现任抚远县2把手，强抢陈乾未婚妻的就是他弟弟。薛大人，过谦了，我已经找了间草堂。老爷，您要的物件我都买好了，天色不早，咱们回草堂去吧。哥，咱们家已经没什么东西可典当的了。娇儿，你听哥话，一会儿进去，不要乱说话。哎，站住，干什么去？我找你家老板。您有什么金贵东西，能否拿来我瞧瞧？我怕亮瞎你的狗眼。穷酸秀才找抽吗？居然敢在这里撒野！别人在这店里也干了10年有余，无论金银器器，字画古董，什么金贵东西没见过。哥，咱们走吧。要是你不认得此物，叫我爷爷当众给我磕头。这是？这你妹儿，不认得就过来，乖乖磕头。哥，他怎么走了？别急，一会儿他就得请咱们。这位公子，我家老板请您进去用茶。耶，不打我了吗？呵呵，小的有眼无珠，让公子见笑了。我有一件事情想请问公子，这面镜子材质究竟是何物，又怎么磨得如此光滑？我又不知道，反正是祖上留下来的，一直当珍宝藏着，秘不示人。哦，既然如此，公子打算当多少？陈乾已看出当铺老板的心思，便伸出2根手指头。200两。200两银子可是能在县城最好的地段上买一所3进的大宅子了。王记当铺是抚远县最大的铺子，一年到头也做不了几桩这样的大生意。对，200两。哥，200两人是值的，只是本店刚接手了几件大物件，现金有些周转不过来。不过我可以先付一半，另一半写成字据，几日后再把银子送到府上去。可以。他只是在仓库里找了面仿古的玻璃镜，也就值几块钱，想不到在古代卖了这么多。老爷，看那书生的穷酸样子，本可以杀价到50两，谅他也还不起。朝中元老宋熙宋老爷子最近到抚远县，我正想找东西送他呢，寻常物件哪能入他的法眼？老爷，一个贬谪的老儒，理他干嘛？那宋老是太子的老师，一旦太子继承大统，他岂能忘了自己的师傅？老爷英明，200两银子买1条通途大路，实在值得。陈乾，你家的岁赋银子该交了，一共是7两3钱。钱你妹儿，老子是秀才，有功名，田产地产不超标，免税。陈乾，你以为你是秀才，我管不了你，你敢抗税，一会儿自有人来管你。哥，你今天真厉害啊。对，就这么办，交税可以，但地必须收回。想收地，先把点地的利钱和本金拿来，一共10两2钱。狗眼看人低，让你们先得意几天。妹妹，你先在家待着，我去看看谢虎叔。谢虎是村里唯一肯真心帮自己的人，又是刑武出身，所以陈乾想把谢虎收过来。叔，这粮食你收下。陈公子，小人虽然贫穷，却不明白收人东西，所以还是请回吧。爹，奶奶的病不太好，许郎中请你进去呢。许大夫，我母亲的病怎样？老太太的病恐怕是不成了，准备后事吧。谢叔，你别急，好好的人怎么就不成了？要不再请一个大夫来看看？这老太太得的病是肺心病，常年劳累加潮湿养成，我要说治不好，恐怕这府远县还没第2个人敢接这个诊。
自古庸医误病的事儿多了，有什么好奇怪的？你敢说我是庸医？我家里自有祖传的秘方，叔试试这个，也许能缓解一些。陈前取出一瓶止咳糖浆和几粒救心丸，递给了谢虎。老太太的心跳也渐渐平稳下来。真不知道怎么谢陈公子，这药一定很贵吧？老夫人这病就是常年阴暗潮湿引起的，我那里还有更对症的，你们搬到我那里去住吧。不敢再麻烦陈公子。如果你愿意，平时放牛种地，我不收你店租，农闲的时候帮我修房子，打扫院子就行。是，陈公子，待我收拾一下，这就搬到你那里。感谢关注，下期再见。这是在古代，只因我拿出一瓶现代的止咳糖浆救活了他的母亲，为了表示感谢，将自己的孩子给我当书童。要俺扛石头、打柴、放牛都行，俺做不了书童。陈公子是我们家大恩人，他的话就是我的话，以后千万不可顽劣顶嘴。说是给我当书童，实则是保镖，因为他可以一个打10个。老爷，府远县学子王斌求见。就说我没空，不见。老爷，王斌说这铜镜乃是非常之物，一直看不出它的来历，想送给老爷赏光品鉴。你告诉他，我虽然落魄了，但不是鉴宝的。从昨日起，他眼前就一直晃着那对书生兄妹的影子。陈前论机著书，此子绝对是个可教之才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陈前有了银子后，便去找他未过门的媳妇。老丈人是个教书先生。董叔好，陈前前来拜见。陈前，秋试时间快到了，你不在家好好温书，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董叔，考试自然重要，但娶月娥更重要。好了，你和月娥的婚事早已经有了定论，你回去吧。老丈人，我实话说了吧，我和月娥青梅竹马，又有婚约，今日我来就要行纳采之礼。至于问及，我看就明日最好。我董家世代书香，并非嫌贫爱富之人。如果你能拿得出礼金50两，并且能拜到宋熙宋老学究的门下，我便把女儿嫁你。董学文本来也是个读书人，可惜时运不济，考了一辈子也没考中举人，还是个秀才，并且前些天陈前的情敌又给他灌了迷惑。我父亲和宋熙太傅曾同朝为官，只要你把月娥嫁给我，我便让老爷子给你引荐一番，到时和考试的学生打声招呼，就不怕不中举，甚至进士及探花也是可以有的。哎，只好难为月娥了。老丈人，这是礼银50两，你说的宋熙是谁？此时陈前还并不知道昨日所遇之人便是自己要找的贵人。宋先生是当朝太子太傅，他现在就住在本村的草堂中。小姐，你的郎君待聘礼来了，一共50两啊！陈郎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啊？他一定是当了田产，我父亲答应了吗？我想老爷一定会答应的。不行，快些让他回去吧。小姐，为什么要赶他走？你不是说非他不嫁吗？若是被那薛家知道，再打他一顿，或是暗计伤他，我岂不是害了他？可是小姐，难道你就这样放弃了吗？半月后就是秋试，若他能中了举人，想必那薛家就不敢轻易欺负他了。老爷，外面来了一个叫陈前的求见。宋熙看了一眼来人递进来的名次，上面除了姓名籍贯之外，下面却是4句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咦，陈前，不是昨日在集市上见到的那个卖字书生吗？此子昨日还狂傲不羁，今日就来拜见，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何表现。什么时候连这等穷嗖嗖的小子也敢来抚弄风雅？呵呵，拜见宋熙宋老学究居然只拿了1张纸，这真是拉低了我府远县学子的格调了。这人我认得，靠山村的陈前吗？听说他因为拿不出聘礼，被董家悔婚，还被薛家胖揍了一顿，看来此言不虚啊。逼逼够了吗？都给我闭上你们的狗嘴！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你穿的衣服骑的马是你自己凭本事挣的吗？还有你大嘴巴巴的，你知道韭菜和麦苗有啥区别吗？你除了打情骂俏还会什么狗屁诗文？你的秀才还是买题考上的吧？你背一段《金瓶梅》我听听，啥也不是。陈前，你休要口吐狂言，有辱斯文。屁的斯文，难道还要我扒一扒你们家的丑事吗？那个谁，你爹虽然有几个臭钱，但偷寡妇险些被抓，还是跟庭长吃了5两银子才平了事，害得人家寡妇没脸见人，缺德透顶，当谁不知道吗？还有你，咦，这个陈前很有意思，竟然不畏富贵，口出直言，敢于得罪世家子弟。如果能提拔此子，他一定刚直不阿，在朝堂上带起一股清流啊！陈前，你在这里慢慢等吧，我等不屑与你同流合污。公子，那边还有一个呢。陈公子，在下王斌。陈兄一席话实在是太犀利，王某佩服佩服。哦，久仰久仰。这时，宋熙的门童从里面走了出来。王学子，我家老爷让你把东西带回去。咦，这不是我的仿古铜镜吗？难道昨天那个王老板是他爹？我家老爷说了，他现在只是个平民，不希望太多人打扰。不过老爷平日里还是喜欢辞赋的。我近年来也写了几篇辞赋，求小哥行个方便，带给宋老学究指导1、2。等等，我也有。也罢，你们先写着，我去给老爷回个话。等下，小生这就有了。陈前虽说上辈子干着苦力活，但唐诗宋词却是背了不少，这就成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篇文明明是那狂生在捧自己啊，不过捧得又是那么恰到好处，看完连汗毛孔都舒坦到极致，有些意思。只是好事多磨，这狂生虽然有才，还要看看他的品性为妙。
王公子，宋老爷有请。哈哈，多谢小哥。咦，坏了，难道这宋老头子不识货？我明明默写了一遍千古绝句陋室铭。公子，咱们回去吧。先不急，陈前深知如果不能拜到宋熙门下，就娶不了董月娥当老婆。公子，你没见那宋熙放那个送礼的进去了吗？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说的那么好听，其实心里还不是想多捞点实惠。谢彪，不可胡言乱语。谁知谢彪嗓门大，话音早已传进草堂内宋熙的耳朵里。陈前，你骂那些世家子弟也就罢了，竟敢毁老夫的清明，去把那狂生给我找进来，狠狠打他几棍子，我教教他如何做人。是，老爷。可此时哪里还见得这陈前的影子？老爷，他跑了。这狂小子腿刀很快，如果明日再来，我老宋就收你当个关门弟子，在草堂关个10天半月，天天找茬打你。自从吃了东家给的药后，老母亲的病症缓解了许多，今日还在外面晒了一会儿太阳。谢叔，你受累了，院子收拾得这么干净。哥，董家招待你了吗？嫂子什么时候过门？哎，一言难尽啊，看来此事还有些棘手。哼，想不到董月娥也是个嫌贫爱富的人。哥，我就说你应该换身新衣服再去的。巧儿也不尽然，月娥她也有苦衷。公子，要不明天咱们也找些东西给那宋老爷子送去。谢彪这话说的话糙理不糙，天涯乌鸦一帮黑，看着的不公平，其实也是一种公平。陈公子，我刚才去我家取东西的路上，看见有个人鬼鬼祟祟在远处向咱们院子张望，我觉得有些不大对。原主的父亲本是个小财主，就是被山贼所害，家财也被劫掠一空。陈前在想，难道是自己收回点地和送聘金的事漏了付，有人惦记自己了？陈公子，我这就去找田保长，让他彻查清楚。不必，如果真是山贼，那就陪他们好好玩玩。放心，只要我有命在，绝不会让他们进院子。这倒不妨事，如果他们真的找我，我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感谢关注，下期再见。古代一男子正提着2桶花生油在厨房里不知所措，原来男人3月同生竟然带来了一座仓库，只需意念一动便能带着东西自由出去，因瞬间暴富而被山贼盯上。此时的他从仓库里拿出了发电机和几个大号蓄电池。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今天我就让你们尝尝电疗是什么滋味。陈前不敢大意，在院里已经搭好线路，不久后便听到一声惨叫。没用的东西，不好，院子里有埋伏，怕他作甚，都给我打了。马德，再让你尝尝防狼喷雾的味道。谢彪急不赶上，直接将其制服。此时村内的百姓也听到动静往这边赶。陈前，怎么回事？进了几个贼，被我拿到了。既然如此，叫我带走，送去衙门。哥，就是他嘎了咱爹娘，我记得他的模样。田保长，他是上次抢我家的山贼。是不是山贼？到了衙门自有定论，带走。你是要袒护他吗？陈前，那你想怎样处置？我要他亲口承认，大家都来作证，容不得他狡辩。陈前，你想用私刑逼供吗？有本保长在此，还容不得你放肆。田保长，杀父之仇，灭门之恨，就算陈公子手刃这歹徒也不过分。若你问不出来，到时报到衙门，看你怎么说。我有密钥，让他说实话，说5年前你和谁抢劫了我家，嘎了我父母。陈前拿出一块巧克力准备给他服下。陈公子，这药下去他不会嘎了吧？这是我新研究的断肠散，专为仇人所制，如果3日内不服我解药，必肠穿肚烂而亡。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是我干的。你算个鸡毛好汉，你个小卡拉咪。公子，既然贼人已经招供，留他一条命，待官府审问完，亦饶不了他。若这次他们得手，试问他们会轻易饶过我吗？陈前，真是你抓到的山匪吗？真看不出来啊。是啊，我就说这孩子像他爹，有出息。经此一战，村民对陈前另眼相待，还是电网起了作用。为了长久设置，从仓库里拿出了太阳能天翅板。若是有人再想翻墙进来，恐怕就不会像昨夜那么幸运了。那狂生居然可以立刻3名悍匪，实在不可思议啊！如果那狂生再来，提前告诉我，我要亲自问他一问。老爷，我刚去看了，陈前今天没有来。难道那狂生怕老夫惩处他不成？老爷，那小子明显是个愣头青，连山贼都不怕，还能怕您？一定是上次没能进来不来了呗。哼，京城所至，今时为开，连这一点毅力都没有，难道让老夫亲自登门去找他不成？他这是怎么了？大人，他说已经被城关村陈前下了毒药，所以只求速死，不肯招供。下了毒药，岂有此理？陈前，我奉县长的命令前来向你要解药。那贼人怎样了？这个自然不用你操心，把解药拿来，否则嫌犯死了，你担当得起吗？你说的是人话吗？那山贼嘎了我父母，劫了我家财，我还不能问吗？今找我来是向陈公子要解药的。李亭长，按我大梁律例，民众自发缉拿贼犯，可有奖励？当然有的。既然如此，解药也是有的。陈公子何时会制这等毒物了？此药名叫可口可乐，给那贼人灌进半瓶即可解毒。李亭长，如果还没吃晚饭，可以一起。那就叨扰了，这是本亭长吃过的最好吃的青菜。陈前偷偷一乐，毕竟他家的菜可是放了料酒和蚝油的，又怎是普通农家盐水煮的东西能抵？这是家酿的米酒，请李亭长品尝。陈前又从仓库里提了一箱小麦王啤酒，倒在酒坛子里拿上来。这酒怎么怕有毒吗？本亭长还是第一次喝这种清爽之酒，陈家究竟还藏着什么秘密？哥，别怕，李亭长，现在是咱们兄弟勇哥嘛，一家人。
陈公子，既然你把我当兄弟，本庭长自然也不会拿你见外。不瞒你说，我有个表妹尚未婚配，明日送来给你当个小妾。勇哥，我已经有了未婚妻，此事怕是不妥。那又何妨？又不是让你当正妻，送来做些杂物，当个丫头总可以吧？勇哥，此事在意吧。与此同时，县城开当铺的王家也是大开宴席，因为宋熙已经答应收王斌为学生了。一定是我送的宝镜起了作用。那陈前却是张狂的很，居然把县里周家、霍家等都骂了个遍，甚至对宋老夫子也颇有怨言。哈哈，那狂神目光短浅，得罪了县里的世家，估计以后也难成大器啊。比儿，你还需谨言慎行，王家的希望全系在你身上。是的，孩儿记下了。许神医，我这是得了什么病？整日奄奄的没有精神，吃什么都不香。夫人这病应该是气瘀血滞之症，待我开些药方，每日服了即可。哼，你们这些当大夫的就会开那些难喝的药汤，我吃了不少，也不见效。许神医，我夫人究竟得的是什么病？那黄县令都老头子了，又怎么能伺候好这么年轻的姨太太？许神医深知这病不好治。不瞒您说，夫人这病我还暂时没有办法，不过我却知道有个人能治。是哪位神医能治夫人的病？城关村陈前陈秀才。既然许神医推荐，就让他试一试吧。哥，你要干嘛去？我去找那个宋熙拜师去，你在家好好待着。对了，千万别让人进院里来。哥，你早点回来，我一会儿去隔壁家二婶子那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手工活，等过午回来给你做饭。好了，自己注意安全，有事喊谢叔。嚯，又来一个。哼，前日他就来过了，看他的样子，恐怕还不是宋老夫子的清高。呵呵，连件新长衫都买不起的穷鬼，也想拜宋熙。不要让他听到，这厮很是癫狂。昨日不仅满街骂人，居然连山贼也敢按在地上撕咬。哦，多谢兄台提醒，我等就在这里看着他的热闹。陈前，你终于来了，快进来吧。谢过小哥。他怎么就这么大摇大摆进去了？你的经学基础倒是很牢靠，但为官最主要的是治世之道，不能读死书，死读书，最终还是要融会贯通，将书中的道理用到现实中去。是，学生领教了。学生陈前拜见宋老夫子。你是那个？咦，他怎么进来了？老爷，您说去一个烧水劈柴的农夫，我见他主仆婆似能干的样子，就带进来了。也罢，既然来了，就让他做活去吧。喂，你这老头儿，我本来好心好意来拜你为师，你却让我给你当奴役，别忘了你还欠我5两银子呢。嚷什么嚷？天下人想给宋老夫子烧水劈柴的人多了去，老夫子的学问哪那么容易得到？不想付出点代价就想白嫖？也罢，干就干。就在这烧水，一会儿先生教你，你就去给他续茶，不得耽误，少要牢骚。公子，咱回去吧，这老头太欺负人。好不容易进来了，干嘛要回去？那我来烧水，你先烧着，我去续茶。先生，您这茶都泡没色了，我给您换一货。陈前从怀里掏出一枚仿古玉的茶碗，捏了一捏上好的龙井，用开水沏了放在宋熙的面前。这玉真漂亮。这是假玉，料子倒没什么金贵，只是手工难得点而已。师兄也来一杯。不敢当。宋老夫子，我以为你要问我茶中的来历。这东西倒也是稀罕之物。陈前见机会来了，又拿出一副水晶石的老花镜，趁宋熙不注意给他戴上去。我猜老先生眼镜花，所以拿了一副看物件的镜子，不值几个钱。什么？我眼花？老师，陈学弟确实没说谎，这茶中的确不是玉，只是这手工实在猜不出是哪位高人所制。哼，你这小子竟弄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糊弄老夫，算你走运。老夫就不同你计较前日攒骂之事。谢谢师傅。谁说要收你这个弟子了？那我就在桌边旁听行不？师傅，陈学弟也是求学若渴，还请师傅开恩，让他听一下。先生，外面有人找陈公子，说是县上的人。感谢关注，下期再见。古代一男子正提着粮花生油在厨房里不知所措，原来男人超越重生竟然带来了一座仓库，只需意念一动便能带着东西自由出。只因我用止咳糖浆救活过一人，县令大人便叫我去给他夫人看。你这郎中倒也奇怪，樊大夫诊病忘了问切，你却不看我一眼，又怎知我的病状？我看病和别人不一样，只需问诊，不把脉，不相面。小红，去给先生上茶。不知道夫人哪里不舒服，最近感觉如何？哎，我这病也有些时日了，就是感觉心慌意乱，食不甘味，药也吃了不少，可惜都不对症。夫人大小便是否通畅？月历正常啊？一切正常，又好似不正常。每月行房几次？先生，这太羞人了。医者父母，我问的这些都是为了判断病情。每月倒有1、2次，只是并不如人意。那县令都老头子了，又怎么能伺候好这么年轻的姨太太？看来这病得不轻。哎呀，我的心又疼了，还请先生仔细看看。那妇人想一把抓过陈前的手，就想往自己身上放。先生，茶来了。小侍女见状吓得急忙低下头，扭身又走了出去。夫人，我已经大概得出了症状的缘由，一会儿我给你开几副药吃了就好。先生，你这就看好了吗？我最不喜欢吃那药汤，喝得人浑身直打颤呢。若是先生能用针灸按摩的疗法甚好。陈前从仓库拿了一瓶补血补气的营养药和几片巧克力。夫人，药好了。这真的不苦吗？我不信。
此药直接服用，即茶水，每日1颗，服用7日后自然会有奇效。神医，别急着走呀。夫人，老爷来看您了，已经到了院子里。哼，早不来，晚不来。这位就是陈大夫。学生见过黄大人。不必多礼。夫人的病，学生已经大概了解，今日又开了几服药丸，至于疗效还要观察2天。不知云翠的病需要几服药，何时才能痊愈啊？黄大人，夫人的病倒好治，只是我见黄大人气色不佳，是不是也有贵样啊？你倒看得挺准，近2年总感觉精神不济，腰膝酸软。学生恰好有一药方可解大人的病痛。如此甚好，来人，拿笔墨来，让陈先生写方子。方子不便写，学生恰好带了些药来。陈前从仓库拿出几颗气味地黄丸和1小片阿伟家的药。大人，这枚药您可以先服用一下试试疗效，如果觉得好，剩下的4丸可分2日分别服下。不知陈先生的诊金如何收取呀？这些药不值几个钱，但如果恰好能对症治好大人的病，也是学生的荣幸。小红，去吩咐下厨房，中午做2道好菜，我要请陈先生在这里吃顿便饭。午饭过后，陈前直奔许神医家里。幸好黄县令和他的小妾没什么大病，若是真有陈科杂症，一个治不好下大狱都有可能。哟，是陈公子来了，找我何事？许神医心想此子一定是没治好县令姨太太的病，来找自己想办法了。谢彪，把他看病熬药的家事都给我砸了。喂，陈公子，这万万不可。你这大夫既然连个小病都看不好，还得连累我帮忙，以后你也就别干这行了，省得庸医误人。那这么说，县令夫人的病你给看好了吗？是那黄县令才有病，难道你不知道？呵呵，夫人的病好治，黄县令的病才难治。难治你就推给我嘛，些许小病又有何难？说你是庸医，你还不服？谢彪，给我砸！陈公子有话好说，快请屋里坐。陈公子，不知道你给黄县令诊的什么病，用的什么药？你又不是我徒孙，我有必要告诉你吗？呵呵，既然你不说，老夫又如何信你真的治了黄县令的病？你敢打赌吗？怎么讲？如果黄县令2日后来找我问药，算你输，你今后就别再干这个了。如果没来找我，我认你为师傅，今后不看病。哈哈哈，好，老夫从医30年，还没见3天就能治好陈科之疾。如果你真3天治好了黄县令的病，老夫拜你为师，任你驱使好了。一言为定，后天你去我家等着。陈公子，恭喜你了。程老爷，你可回来了。什么情况？刚刚离家1日，何喜之有？娇儿，家里出了什么事？哥，你回来正好，刚才有轿子抬了一个女孩来，说是李亭长送给哥的小妾呢。简直胡闹！李大勇人呐！李亭长没来，教父说他跟着县里的捕快们去剿匪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才回来，所以让他们先把人送来。哥，他还在堂屋里坐着呢。我知道了，不管怎么说，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家恰好也缺一个干活的女仆。堂屋内，一个身体匀称丰硕的女孩正老老实实的坐在一张椅子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周翠花，十里庄人，今年19岁了。周翠花，你哥是李大勇吗？他是我舅舅家的。你哥把你送我这里来，知道要你干什么吗？我哥说，陈老爷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定要听话，要是挨了打也不能还手。你哥还说什么了？我哥说，我在家也是白吃饭，要是能讨陈老爷欢心，就可以长久住在这大宅子里，如果能生个一儿半女，下半辈子也不用愁了。你这个名字有些酸菜味，我给你取个新名字吧，以后叫可心。你之前都会些什么？摘菜做饭都会的，前阵子还在县里做帮厨。那好，从今日起，你就在后院厨房里做些活计，我妹巧儿会告诉你一些东西的用法，不过你就不能再出去随意见人了。好，老爷。他身上没有做厨房帮工的葱花味儿，却有股脂粉的香气，这个周可心绝对不简单。姐夫，您这招美人计真是绝啊！是啊，都头大人，那陈前正是虎狼之年，素上门的小肥羊岂有不吃之理？只是太便宜了这小子。哼，等今夜我等去他家中抓他个正着，到时拨了他的功名下到大牢里，让他知道打我的下场。你们都不要说了，我也是秉公办事。是，武都头向来公正不阿，嫉恶如仇，县里上下谁不知道？呵呵，过奖了。公子，我打听了，十里庄确实有个周翠花，是李大勇的一心，不过他现在正在城里一大户人家帮佣，而且最近也没回家，他家里人也不知道女儿被送到公子这里的事。我知道了，马德，这是欺负秀才，不懂法吗？公子还是早点将那女子送走为好。不，今夜我要大开宴席，好好庆祝一下。现在明显有人想陷害他，他必须要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来头。到了晚上酒过3巡后，陈前去到后院还有正事没办。他在哪里？我把他安排到了西屋。你也早些睡吧。对了，巧儿，如果今夜有什么动静，不要害怕，也不要出来看。哥，你真要留下他？既然有人送来，当然不能送回去，否则如何自证清白？我累了，捶捶腿。是，老爷。叔父得劲儿，你的手法挺专业啊。老爷，让我替你更衣吧。既然你服侍的这么好，我也该赠你点东西才是。谢谢老爷厚爱。来，我替你带上。老爷，您这是干什么？
你这按摩手法和县里藏春阁的手法有一拼呀，说说看你是不是在那里出来的？来此目的到底是什么？老爷，冤枉啊！如果你不喜欢我，就把我送回去，何必要如此诬陷我？是吗？我从来不冤枉别人，我有一个器物可以搜索到人内心的想法，你要不要试试？陈前见周可欣不承认，一个坏笑，拿出一个椭圆的东西，直击周可欣的关键部位。老爷，你要打便打，想骂就骂，但我绝不是你说的。哎呦，哎呀，啥呀？我那神器已经探到了一些东西。哥，你们在干嘛呢？感谢关注，下期再见。古代一男子正提着2桶花生油在厨房里不知所措，原来男人穿越重生竟然带来了一座仓库，只需意念一动便能带着东西去邮资。这一天家里突然有人送来一个老婆，可我早已在家里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女子的一举一动都已看得一清二楚。天上掉老婆的事必定有蹊跷，在我拿出现代的神器后，她终于说出了真相。奴家本是县里一家店主的女佣，是武都头花了2两银子让我来假扮害公子的，若是不从，便被卖到醉春楼去。他今晚后夜就要来捉你。一会儿武进等人来捉我，你只管按照我说的办，我定要那厮吃不了兜着走。午夜3更，陈家大门猛地被敲响。怎么回事？哼，有人告你家主子私拐良家妇女，我等前来捉人。胡说！我家主人乃堂堂正人君子，岂能做大等恶事？你莫要污我家主人名声。怎么，你等刁民不服天朝管了，都给我锁起来！谢虎，让他们进来吧。武进见陈前衣冠齐整，精神抖擞，根本不像半夜从被窝里爬起来的样子，不由看了一眼田富贵。你就是陈前？正是，不知这位官差是哪位？陈前，你别装傻，他是我姐夫，是县里的都头，今日就来拿你。哦，原来是县里的武都头，失敬失敬，不知道武都头深夜造访，有何贵干？陈前，有人告你诱拐妇女，今日本官要搜查你的住处。武都头，我陈家虽然不是高门大户，但也不是说搜就搜的，说我诱拐妇女，可有苦主人证？哼，陈前，你不要狂妄。吴老爷就是此人，他白日见我家女儿生得好看，连哄带骗拿轿子抬进家，恐怕现在已遭他侮辱，请老爷替我做主啊。哈哈，老头儿，既然是你女儿，你一定知道她脚上有缺陷，那你告诉我，她哪只脚缺半个小脚趾？哎，左脚，我女儿左脚少一个小指。这时陈巧儿也带着周可欣急匆匆从后院走出来。周可欣，来让你爹验验吧。呸！你个老不死的，谁是你女儿？大人，我女儿一定被这登徒子胁迫，不敢说实话。既然如此，先都带到县衙里去细问究竟。都说不是了，你还硬赖？武大都头，你仔细看看哪个脚趾头少了？那女子，你可是陈前诱拐来的，不要怕，有本官给你做主。回大人，我之前并没有见过陈公子，我来是找陈巧儿玩的。天色太晚，于是在此留宿一夜，并无诱拐之说。武进见周可欣反水，气得脸上顺势腾起一团黑气。哟，武都头，什么情况？现在看来不是我诱拐，是你想假公济私，抢劫民女啊！大家都来看看啊！武都头想要强抢民女了。陈前，你休得无礼！武都头，既然是场误会，我等也快些撤了吧。听说陈前似乎和黄县令有私交。你们大半夜把我家搅闹个乱七八糟，当我陈家是大车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陈前，本官是县里都头，据报案前来查验，你想怎样？武都头，别急啊！既然你是本县都头，当然熟知大梁律法，构陷诬告有功名之人，该当何罪？恐怕不是图3000里那么简单吧？大人，此事全不干我的事啊。呵，不干你事，那你身后定有主谋。如果明日之前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自当写状子到县里去告你。武都头，请你给我做主啊！哼，咱们走。哥，咱们家为什么这么多麻烦事儿啊？大家都回去安心睡吧，明日我自有主张。陈前回到房内，又打开了摄像头。今天若不是周可欣反口，恐怕这件事还没法解释了。马德，你这是玩什么呢？老子好好的房子要被你弄成凶宅了！这可给陈前吓了一跳。只见那周可欣正拿着一条丝带往房梁上搭，看样子想要寻短见。公子，小女子在袁东家那里受尽屈辱，今番又被人利用，武进定会把我抓进大牢，甚至卖到官窑里去。看样子你对我还是不了解，我说你在我这里没事，你就没事。第二天一大早，陈前就和谢彪去县城找了周可欣原来的东家。这是20两银子，你把诬陷周翠花偷你东西的案子撤了，把它卖给我。你还惦记那骚蹄子呢？只要老娘不死，你就死了那份心吧。那家老爷还在犹豫，他家主妇一把夺过银子，满口答应下来。我已经撤了你的案子，拿回卖身契，现在你放心了吧？周可欣这才如释重负，陈前相信他绝对会忠于自己。老鹰，门外有人前来拜访，原来是王记典当行差人来送那100两银子。我家老爷说了，如果陈公子家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尽可拿过去，王记一定给最高的价。替我谢谢你家老板，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再去。那就先告辞了。陈前将一众捕头官差赶出家门的事情，早就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村子。再加上王记典当的人对陈前也是毕恭毕敬，这些村民都想来投靠陈前。你们既然来投我，我也要了解个大概情况，谁有手艺，谁擅长耕种，家里人丁多少，你们有多少田地，我按市价收了，都报到谢虎谢管家那里。一会儿从我这里拿几匹布料，凡投靠我陈家的，每人一套新衣裳。老爷，这20-30口子人要做新衣裳，可是一笔不小开销啊。
咱这地里还没有什么收入。既然村人能投靠我，总要有所表示，你我之间是情谊，而他们则是利字当先。你就说这些布料是你争取来的，给他们些甜头，以后说话管事也方便。谢火不敢争功，一会儿我就去办。谢彪，一会儿吃了饭，我要你去办一件重要的事儿。武都头这厮一日不解决，他就不能安心办其他大事儿。今天起你就去打听李大勇的去向，看他抓贼抓得怎样，然后把情况告诉我。好嘞。不久后，田保长带着好多礼物来了。陈公子，小的来看你了。谢虎，田大保长都带了什么好东西啊？老爷，田保长带了2只鹅和1条鱼。哦，这对田保长来说的确是份大礼呀。可惜我家不缺这些东西，割都没处割。嘿嘿，陈公子，你大人不见小人怪，还请笑纳了吧。哦，我不见怪，狗仗人势帮狗吃屎的事情我见得多了。陈公子，昨夜之事，武都头说完全是个误会，有打扰的地方，还请陈公子多担待些。谢虎，送客，东西也一并扔出去。陈前，你不要敬酒不吃。哎，我不喝酒，你也别威胁我。如果谈别的事情，我一定以礼相待。这件事若不是武进亲自来，还是去县衙里说的为好。陈前，你现在是有能耐了。我也正好有事找你，我新收了几个庄户，在你那登记下人口。呵呵，意思是不给办吗？那好啊，等我明日见了县令大人，连这件事也一并问问。老爷，你连番得罪这些小人，我担心他们会嫉恨你。不妨事，这些阿猫阿狗的，就是贱骨头，越打越没脾气，给他们脸，反倒当自己是个人。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哎呀，这万恶的旧社会真不错。老爷，吃水果。喂我。感谢关注，下期再见。古代一男子正提着2桶花生油在厨房里不知所措，原来男人穿越重生竟然带来了一座仓库，只需意念一动便能带着东西去邮。这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我随手拿出2瓶八宝粥和几盒方便面。老朽活了快50岁，还没见过如此好吃的粥和面条呢。你若愿意吃这口，以后天天过来陪我吃。这老朽可无福消受啊！这味道和手艺，恐怕县里最高档的酒楼也做不出来。许神医见陈前竟像吃厌了的样子，心想此子究竟是什么人啊？老许，你也是有些见识的，像我等这样的人家，在县里能算中产吗？陈公子谦虚了，以老朽看，抚远县能和陈公子家境相比的，不超过50家。呵，这也倒怪了，偌大的抚远，地也不少，为什么都过得如此艰辛？陈公子，不瞒您说，抚远县大小乡村，再加县城足有7、8千户人家，只是大多数土地都掌控在寥寥数个世家大族手中。哦，原来如此。公子，门外来了辆马车，说是县里来的，要见公子。哦，快请进来。陈前一听，斜了许鹤年一眼，心里已经知道定是县令大人来了。陈公子，既然你有贵客，我先告辞了。哎，老许，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还没和你聊够呢，你先在屋子里喝茶，我接待完客人，咱们继续聊。陈公子的药非常有效，大人很是看重陈公子的医术，还请公子万万不要推辞。夫人，我的药能治得了黄大人的病，小生当然高兴。不瞒夫人说，学生这几日被人构陷，却不敢再出去了。构陷？谁敢欺负陈先生？我倒要他好看。就是那个。陈前贴着云翠的耳朵吹了一口气，把武进屡次找他茬的事儿说了。哼，一个小小都头也敢耀武扬威欺压陈先生，带我回去一定跟老爷告他一状，拿了他的官帽。如此就烦劳夫人了，我这里倒还有些药，只不过此药制作起来极难，只能再给黄大人拿3天的量。哎呀，陈先生，刚才这耳边一口气，我的胸口又疼了呢。巧儿可心，快给夫人拿些水来。陈前见这婆娘看自己的眼神不对，定是又要发骚了。夫人，此药还是每日1碗，另外配着这副镯子一起治疗，效果更好。县令夫人心想，这小郎中如此懂事，他是帮定了的，以后常来常往单独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陈先生，老朽实在佩服，告辞。咦，老许，别走啊，咱俩还有事情没说完呢。陈先生，难道你真的还让老朽给你下跪认尸不成？老许，我是想，既然你会看病，我又忙，不如这样，我在县里以我的名义开间药房，你负责坐诊看病，我负责配药，如有疑难杂症，我再来看，诊费你收，药费我收，你看怎么样？这老夫已是风烛残年，恐怕身体不允许。你看这个如何？陈前随手拿出几个药方，都是在《本草纲目》里抄的，很多都是让许鹤年挠头很久的问题。陈公子这是些许小方，不足挂齿，给你当个见面礼吧。老师在上，受学生一拜。我人懒又没时间教你什么，你就说同不同意给我的药房做诊就完了。干得好了，我每月除了诊费，再赏你几页方子。老朽，学生当然愿听老师的吩咐。好了，如此咱就算成交了。老爷，李厅长回来了。既然陈公子有事，老朽先告辞了。哟，陈公子，我那天早上本想把翠花送过来，谁知上头忽然派下公务。我知道了，黄大纳斯抓到了吗？黄大纳斯武功高强，又很是狡诈，县里找他几年都没见踪影，哪那么容易捉到？哼，连个毛贼都抓不住，那我敬你有何用？我家又不缺吃闲饭的。谢彪，送客。咦，陈前是都尉大人让车的兵，与我何干？如果那黄大真敢来这里，看我拿不拿他？
知耻而后勇，难得可贵。刚才老弟只是开个玩笑，别生气。不过你的话我可当真了。那是自然，你既然答应娶我表妹，我们便是兄弟，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李庭长，你妹儿的事暂先放一放，我这后院里并不缺人。呵呵，原来陈公子是看不起我啊。喂，李大勇，你能听明白话不？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怕委屈你妹儿。如果你真想把妹妹嫁出去，我倒可以替她选个好人。哦，是吗？我的管家谢虎现在是一个人，如果你肯由我做主，让你妹给他做个田房。你还是看不起我啊？我的哥啊，我哪敢看不起你，我是真心为着你好。如果你不信我，那你敢不敢和我结拜为兄弟？咦，正合我意。李大勇敢和他结拜，说明他并没有和武进等人勾结在一起害自己，对周可欣的事情恐怕也是一无所知。大哥，你也知道，我下月就要迎娶董月娥入门，翠花到我这儿至多当一个丫头，但谢虎没有老婆，如果娶翠花进门，那一定是当宝贝。这事倒简单，我只需跟我姨娘说一声，让谢虎选个日子，把翠花抬来即可。黄县令见小妾不仅拿回了药，还赚了一对玉镯，心里高兴，脸上却一副不以为然。下次让黄忠拿些钱买他个方子，自己抓些药来熬，省得那秀才仗着几副药的资本对我狮子大开口，一生清誉都毁在他手上。我说老爷呀，亏你还管着这一县的人，就连这点福禄都承受不了。那陈秀才又没让你贪赃枉法，只是受了些冤枉委屈，想找你挣个名，怎么就毁了你的清誉？若是你不想用他，你自己倒硬起来呀。哎，倒是让我如何给他说这个情面啊？老爷，妾身倒有个想法，既然老爷怕别人说三道四，不如让妾身出面认他个干亲。那陈前一手医术难免会再用到他，以后两家常来常往，别人也说不出什么。如此也甚好。秦县尉，我听说这武都头虽然办案认真，倒是性子急躁了些。县尉也是官场人，听话听音，连忙问了县守是不是对武进有想法。我的妾室有个亲戚在城关村，就是那秀才陈前，今番找我说武进查案查到他那里去了，险些闹了误会，倒被我呵斥了一顿。秦县尉一向秉公执法，约束手下，我又岂能不知？如果他真有犯到秦县尉手里的事情，别说武都头要管，就是我也定不会容他。我说那陈前怎如此狂妄，没想到和黄县令还有这样的关系。李大勇刚从姨娘家出来，恰好遇到一个旧乡邻，得知他新结拜了陈前为兄弟，心里高兴，于是爽快应邀去吃酒。既然大哥和那陈家秀才结了兄弟，大哥应送他些东西，好显得大哥豪侠仗义，让那秀才另眼相待才是。那是自然。大哥，前阵子我倒认识一个贩马的羌人，因他有急事要回去，所以有匹好马要半价处理。若是你能介绍那陈公子和那马贩子成交，倒也是桩好生意。咦，这倒不错。那胡人这2日便要走，如果大哥决定，就快去找那陈公子带银钱去商议，就怕别人图便宜再买了去。走，咱现在就去。二弟，这是我兄弟韩不二，平日行走各县乡之间，贩卖些牛马，久仰陈公子盛名。幸会幸会。我这兄弟认识一个卖马的羌人，就在不远处的山村里，这笔生意能赚不少呢。老爷，那西乡人卖马都在马市上，又如何到偏远的山村里去了？既然陈老爷信不过我，那也就算了。二弟，这位韩兄弟和我相处数年，也是豪爽直言之人。哈哈，我大哥的朋友，我又怎能不相信呢？只不过这天色渐晚，不如今晚在我这里吃一夜酒，明日再去。喝酒倒是小事，既然陈老爷信得过，我这就带公子去看马，免得夜长梦多，再被他人占了便宜。好，等马买回来，咱们好好吃酒。老爷，我觉得此事有些不妥。那韩不二非要傍晚进山，万一……我知道了。如果老爷非要去，谢虎愿意陪同前往。谢虎，我知你忠心为我，不过我妹妹巧儿需要有人护使，这偌大家院也需人看守，你还是留在家里吧。谢彪，你小心护着老爷，若有闪失就不要回来。都头，那陈前果然中计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这次也怪不得我了。感谢关注，下期再见。这是在古代，当我拿出灭火器那一刻，对手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把他们绑了，我要回去临个碎寡，慢慢消遣折磨。绑你大爷，先尝尝干粉的味道。只见一股白色烟雾喷射而出，一个个哀声惨叫，已经无力反抗，黄大直接晕了过去。陈前，你这是啥玩意？奸诈小人使暗器，是不是感觉气急胸闷？如果3日内不服用解药，便会暴毙。陈公子饶命啊！小人也是被人驱使，被迫无奈。韩不二，我对你不薄，为何勾结山贼陷害我？李大勇，此事要怪就怪陈秀才得罪了武都头。你说的那好马在哪儿？黄大那厮前日劫了一个羌人的商队，嘎了羌人，夺了马匹，马就藏在山洞里。带路，找到好马，我不嘎你。公子，快来看，这里还有一个女人。你是不是被黄大抢来的？你听不懂他说话的。若是把他完整带回官府，会有赏金500两。500两赏金？这女人是谁啊？这么大口气！黄大，你知道这女人身份不？她是老子抢来的小老婆，你们要的银子可都在她手里，她若不给，嘎了她便是。既然是贼婆子，就要好好问一问了。就在这时，洞外面传来一阵呼喊：洞里有贼，都给我嘎了，放箭！我乃大梁亭长李大勇，你们是谁的部下？官军怎么到的这么快？外面的官军听着，
我等以擒拿住贼首黄大，不要放箭。既然说擒了黄大，把他押出来我看。五都头，别放箭，我在里面呢。五都头，是你吗？我等被黄大劫掠，已经反杀此贼。若不信，请你进来瞧看。狡猾毛贼，想要诱我，看我不嘎了你！我等如若在这里被嘎，到时只要往山贼身上一栽，死了白死，金银和功劳也全是武进的。二弟怎么办？武进想跟老子玩黑吃黑，你敢进来，我就不会让你出去。哼，贼人顽抗，给我烧死他们！武进让手下往山洞里扔柴禾，想要把里面的人一锅端。二弟不好，带我冲出去！回来，他烧不死我们。陈前拿出灭火器，冲着火苗这一顿乱刺。外面官军只见洞里冲出一股白烟，火一下灭了。再点火！随着一股白烟儿从洞里喷出来，火又灭了。你们说擒了山贼黄大，押他出来，本官便信你等。老子信不过你，叫县上派人来，要不老子不出去。武进见里面的人不肯出来，也知道纸包不住火，时间拖得久了，人多嘴杂，自己连剿匪的功劳都没有。里面的人听着，本都头就应了你们，看你们还有什么招式。陈老爷，只要你饶了小的，小的有重要情报，快说。这女子是羌人部族的公主，才留在这洞里，黄大也不敢动她，只想着如何把她送走。原来如此，怪不得他口气如此之大。二弟，他若死了，咱们可解释不清呀。你快醒醒，来喝点水。陈前从仓库里拿出了一瓶可乐，女子刚喝了一口就被呛得连连咳嗽。对不起，对不起，我拿错了。又过了2个时辰，县尉派来的一队官军赶到这里，陈前等人这才从山洞里出来。陈秀才，一场误会，请勿见怪。误不误会的，你心里还不清楚吗？陈前，本官并不知你在洞内，休要诬陷。此处不是理论的地方，你等都和我去县里说吧。陈前捉贼有功，披红挂彩，全县表彰，赏金50斤。都头武进设计诱贼，构陷他人，撤去职务。这陈前势头很是猛烈，此一举又让这厮抢了风头。这陈前是得罪什么人了不成？此处理虽然看似公正无私，赏罚分明，却明明是把他架在火上烤。父亲，此话怎讲？自古剿灭悍匪、杀贼立功，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功劳，都是大官拿大功，小官拿小功。现在功劳赏金全归陈前一个人，从县尉到捕房人人把陈前视为仇敌，所有人都要找他麻烦。原来如此，谢谢父亲的教诲。你那老师近来如何？宋老夫子最近闭门不出，我也是几日没有见他了。也好，拜入宋老学究门下，只不过是锦上添花，关键还需你个人努力。秋试还有几日便开始了，你也要潜心复习，争取这次取缔才是正途。是，孩儿这就去温习功课。老爷，这几日外面倒发生了些大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除了军国大政，都乃蝇营狗苟之事，不足挂齿。是，老爷。谢彪，我等奉军府之令招你服兵役，快随我等去。田富贵，难道你不知谢彪是我家仆，不必服兵役？他何时归你家户籍？我这里可没记载。谢家乃是自耕农户，按律2丁抽1。田富贵，我曾让你改户籍，你却始终推脱。匈奴犯边，我等也是按律征召兵丁，若敢妄加阻拦，连你一起带衙门问罪。老爷，就让他去吧。公子，我便是着了他们的道，也不后悔。待我服役归来，还一样伺候您。老许，还得烦你去一趟县衙，就说我暂时不能再给县令大人和夫人治病了。哎呀，陈公子所谓何事，竟如此忧虑，急死奴家了。夫人，我被小人陷害，不敢在府远待下去了。如果再留，恐怕命会休矣。所以请夫人另请高明，为黄大人研治完政。谁敢那么大胆子，竟敢欺负到陈先生这里来？我家相公还当着这府远县的家呢。本来还想和黄大人商议开一家药铺子，现在看来也只好放弃了。你且和我回县衙住去，看哪个再敢动你。夫人不可，陷害我家公子的既然如此肆无忌惮，目无王法，恐怕连黄大人也不放在眼里的。是啊，夫人，就算那些奸贼忌惮黄大人，他们见我被黄大人保护，恐怕也要躲藏起来，再也拿不到真凶了。那你倒说个办法。不如夫人回去跟黄大人只说开铺子的事情，如那贼人再敢骚扰，也好顺藤摸瓜找到幕后主使。这倒是个好主意，我恰好在县里有套临街院子，并无他人知道，现在就另给你，也当入股投资。感谢关注，下期再见。二弟，不好了，你秋试的卷子被调包了，举人恐怕是考不上了。大哥，不可乱说，你有何证据？二弟，我没有乱说，是那薛蟠龙亲口说的。土狗的鲁二和卖草鞋的冯元庆皆可作证。宋老夫子，您看此事如何是好？你先别急，这件事我一定替你调查清楚。多谢宋老夫子。另外，这福原县你恐怕暂时不能待下去了。老夫有个朋友，你可投奔他去，暂避一时，待事情有了定论，再回来也不迟。是，学生明白。只是那董家皮不存焉，毛能存否？陈前深知这件事若是追究起来，那些世家和官员为保存生机，难免会狗急跳墙，可能会对他下手。看样子，这是打击世家势力最好的时机了，不知道太子能不能把握得住啊？你这个不成器的畜生，薛家就要败在你手上了。万不得已，只好先告他个纵奴商人，在牢里动手嘎了陈前，就没有人追究这件事了。哥，明明是别人做了坏事，我们为什么要逃？妹妹，因为咱们家没有权势，权贵们是不讲道理的，他们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却不会顾念别人的死活。哥，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再受欺负呀？不会永远这样的。老爷，
如果我们都走了，恐怕薛家会也为老爷怕了越发嚣张。另外小人还有老母要孝敬，就不与你同去了。谢虎，家里就拜托你了。老爷，再往前就是官军和匈奴交战的地界，小的家中还有父母妻儿，就不送了。当初雇马车的时候说好不差银子，老爷要去哪儿就送到哪儿，怎么就变卦？李亭长，当初雇车马的时候，只说往南去，又没说往北，小的也不能为了赚钱就不要性命。罢了，既然如此，我不留你，但马车我还得要用，多少银子？你说个数。不久后，陈乾等人便来到了宋熙推荐的军营。骠骑校尉田丰接过宋熙写的推荐信时，心里一阵鄙夷。学生陈乾拜见田将军。你就是陈乾？正是。你来我这里能干什么？书生自有书生的用处，如果我会行军布阵，何不亲自带兵，又跑将军这里讨什么嫌呐？哈哈，好大的口气！你可知行军打仗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后勤保障啊！哼，迂腐！没有吃喝，没有军器马匹，拿什么去打仗？是用拳头，还是拿牙咬死匈奴人？哼哼，有些意思。既然你对打仗有些见地，给你2个选择：第一，在我营内帮我督察粮草调运使用情况；第二，我营有一处卫所，缺以司马。这司马是个多大官职，管多少人？军司马乃是500将官职，5威卫有800军汉，负责掩护大营左后翼之职责。我选5威卫。行军打仗，比不得寻常儿戏，须知军令如山，按功行赏，按罪处罚，你要好自为之。谢田将军，在下明白。20多天后，陈乾运用36计在军队取得了重大成果后，衣锦还乡。难道是姓薛的把我家都给抄了吗？把封条给我揭了？是谁？谁敢闯我主人的家？爹，谢彪，你这兔崽子，你怎么跑回来了？是不是犯了什么罪？爹，现在老爷可厉害了，是他带我回来的。我知道了，咱们先进门说话。谢虎讲述了薛家是如何抄了陈家，还逼死了谢彪的奶奶。薛盘贵，老子要赶了你！内仗还嫌老爷事少吗？再给老爷惹祸，我打死你！这薛家我早晚会收拾他们。老爷，这座宅子已经被官府查封了，需要到县里去告才能要回来。这是我家，我就在这里住，看谁敢撵我。爹，老爷立了军功，现在已经是校尉官职了。啊，校尉，老爷现在是将军了，且不是县令大人见了也得礼让3分。谢彪，跟我去宋熙的草堂一趟，我要见见宋老师。是，老爷。陈乾，你这么快回来了，是吃不了军旅的苦吗？田丰对你可还算照顾？相当过得去，不到1个月，已经提了我当了校尉。边关战事如何？战事很紧，霍将军正指挥3路大军和匈奴激战，看样子还有些打不过那些蛮人。那你不在边关为国效力，怎么跑回来了？宋老夫子，不是我不为国效力，是军府衙门的那帮畜生杜贤极能好不好？陈乾把当司马、斩贪官、治军政2次击败匈奴立了大功的经过跟宋熙讲了一遍。田丰这倔驴子可是失去了一个前程似锦的儒将啊！我这就写信给他，让他好好重用你。得了，宋老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好不容易在田丰那里逃出来，你就别再往火坑里推我了。可是此时正是国家用人之时，我等当不计个人得失，共度难关。宋老师，你要这么说，我倒想报效国家。可我娶个老婆，被地主家傻儿子抢，考个试都给人掉了卷子，从军报国，被夺了功劳，这样的国我报他干嘛？陈乾，不瞒你说，你的事情已经引起当今太子的关注了。弟子明白了，不过田丰的左大营我是不去了，我怕我还没来得及报效太子殿下，就被田丰那老儿给斩了，到时候你也失去个能干的学生不是？你这滑头，直接说让我找太子给你撑腰不就行了？嘿嘿，老师，我今年都21了，属于大龄青年，你好歹也要等我把媳妇娶了，再给国家出力吧。此事倒也是大事。谢彪，跟老爷我去山里打几只野味，晚上我要好好喝2杯。敢在我的地盘打猎，简直就是找死！你谁啊？说话这么冲，一句话不来就要命，不知死活的家伙！爷爷就告诉你个名，听好了，老子叫王元庆，他是我徒弟杨凌。你瞅啥？瞅你咋地？几个回合下来，谢彪被他们掳走了，剩下陈乾一个人和不远处看热闹的一个农仆。小哥，你认得一个叫王元庆的人吗？认得，他是杨家庄子里的护院武师。你惹了杨家的小霸王杨林了吗？看样子这杨林在这周围也很有名气啊。这片山林都是杨家的，杨老爷子可是立过不少战功的老将军，杨家公子的性情我们都清楚。哎，小哥，既然你对杨家这么了解，带我去一趟吧。这位官人，我又怎么能和你一样悠闲？我家里有老婆孩子要养，还要去干活呢。别急，这些钱你拿着，给我带个路。那好。你是什么人？我姓陈，叫陈乾，有事想见你家杨老爷。我家老爷正在等你，请你快跟我进去见他老人家吧。你家老爷知道我要来吗？倒不是我家老爷知道，而是我家小姐摇卦一算，说今日有贵客迎门，让我来等。你家小姐居然连姓氏都给掐算的那么准，看来是个传奇人物啊！陈公子，快请进吧。感谢关注，下期再见。他上山打猎白捡了一个老婆，就因为一句你瞅啥？瞅你咋地？和别人干了一仗，后面才发现是自己未来小舅子，于是上门找老丈人讨要说法。
在下陈前拜见杨老将军。陈公子快请坐，你家住何处？如何称呼？小可在抚远城关村住，家中只有一个妹妹待字闺中，现在是个秀才，今年参加了秋试，经宋老学究推荐，去田丰的左大营谋了一个参军的职位。文武双全，倒是个难得的人才。既然如此，敢问陈公子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哼，竟然有胆找上门来，真是讨打！胡闹，没见我在会客。爹，这司仗着是个校尉官，跑到咱家林院撒野，想要抢我的路，还打了我呢。老爷，杨小公子抓了陈公子的护卫。胡说，这人是咱家贵客，又怎能像你等那样无赖？既然你捉了人家的亲卫，还不快将人放了？爹，咱们杨家什么时候这么怂过？莲儿，你随我出来一下。不瞒您说，我家小姐想要同您结为连理。这可不行，我已经有了妻室，怎么能娶你家小姐？休了便是，公子切莫错过这桩美好姻缘啊！你们杨家是不是太欺负人了？什么叫娶过休了便是？怎么，陈公子还觉得受委屈了？陈前见状，知道自己遇到大麻烦了。以老杨家的霸道，今天若不给杨家一个交代，恐怕走不出去。娶你家小姐可以呀，主要怕你家小姐受委屈不是？大丈夫有个3妻4妾并不稀奇，如果你家小姐愿意做小妾，我也不在意。呵呵，这事儿我倒要和将军商量一下。杨家小女儿今年18岁，精通周易八卦之法。他师傅说她今年有煞，年前要嫁人，否则家里要出大事。所以杨老爷也是四处托媒人给他说亲。爹，女儿愿意做陈家妾室，实在也是为了我们杨家，但以弟弟惹是生非的性情，早晚要给我们杨家惹出大祸。只是苦了你了。爹，如果陈家公子爱惜我，天天朝夕相伴，恩恩爱爱，就算做妾又有何妨？也罢，那我就应了那陈前，留他做个女婿。这时，杨林听到消息，从外面跑了进来，大吵大嚷道：“什么？我姐要嫁给那陈前，我不同意！放肆！再敢胡闹，给我拖出去打！”不用你打，我这就走。既然如此，带我回城关村，准备一份聘礼，好来迎娶杨小姐。不用，我杨家岂是缺聘礼的人家？老爷说了，就在这庄子里给你们把喜事办了。这陈前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怎么害羞还是害怕了？我弟弟出事了，你救救他吧。杨林不是好好的吗？还轮到我救他？他今夜恐怕就要遭难了。真的还是假的？果然，半夜时分，杨家庄出事了。杨林被他爹骂了负气出走，谁知道半路遇到一伙劫匪，被劫了。看来是捡到宝了，想不到杨玉莹的卦术这么厉害，以后有什么大事让他算算，岂不是可以趋吉避凶了吗？老将军，家里究竟出了什么情况？你来的正好，杨林让人劫了。劫杨林的究竟是哪一伙强盗？现在他人在哪儿？对方开出什么条件了吗？劫杨林的是一伙外来的流民，为首的叫聂胜，手下有300-400汉子听他号令。老将军，现在咱们还不能发兵去打。为何？那些流民大概率是边民，怕匈奴烧杀劫掠，所以跑到内地谋生的。如果我们带人去打他们，他们一起对杨林下手，他的命就没了。那你说怎么办？如家主信任，小婿愿带手下亲兵去和聂胜交涉一下，大不了给他几车粮食，把杨林换回来。至于县府都尉那边，等我救了人后，老将军再去约束他们讨伐也不迟。就依贤婿说的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陈前带着2车粮食和10几个护卫去了山匪的地盘，不想没命，就把粮食丢下。你们谁是聂胜？爷爷，我就是。聂胜，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乃左军大营的校尉陈前，你劫了我，你算算你们还能好得了吗？大哥，官军又如何？嘎了他们，把粮食夺了。你别逼逼，这里你是大哥还是聂胜是大哥？如果你说的比聂胜算数，那你来和我谈好了。大哥，让我先取了他的狗头。三弟，不要冲动，听他怎么说。聂胜，实话说，我知道你也是被逼无奈，这些粮食可以给你，但你必须和我做个交易。什么交易？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如果你有诚意，到你的山寨去坐坐。大哥，小心上当。都说聂胜勇力和胆气过人，难道连我们这10几个人都怕吗？哼，怕你作甚？走，将他们押上山去。聂寨主，我此次来是为了我舅子杨林，他昨夜从你这里经过，被你劫了。你把人给我，粮食给你，而且我保证这件事不会报告官府，你看如何？陈前提出这个条件，已经是对聂胜十分尊重了。毕竟他想收下这伙民间势力，不成，那小子着实可恶，昨夜连伤我10几人，不嘎了他，不足以泄愤。让你闭嘴，你偏说话。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就这么牛呢？你劫道是什么行为？陈校尉，杨林嘎了我的人，放是不能放的，否则我对不起手下这帮兄弟。聂寨主，你以为凭借这山寨，你能抵挡得住官军的清剿吗？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哼，我们本来就是绝路之人，既然走到这条道上，哪里还敢有求生的想法？大哥，嘎了他们，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了。江湖是江湖了，我不管你是不是官军，你敢不敢和我决斗？赢了人你带走，若输了就别怪我不客气。好啊，那就一言为定。丑话先说前面，刀枪无眼，生死各从天命。大哥，让我来和这小子打。姑爷，让我和他比。这毛贼实在嚣张，我要亲手嘎了他。陈前眼睛一眯，把猎枪一横，对着三当家的就是一枪。阁下可是来自武威卫所的神机营？
哼，算你识货，本将便曾是武威卫的司马。大人饶命，我等愿意投降。劫持杨林是我干的，聂胜愿意伏法，只盼大人能放了我手下兄弟。我本来就想放你等一条生路，怎奈那厮偏偏找死。快放了陈将军的舅子杨林。聂胜，我知道你等是没了活路，才当了流寇。现在本将给你们一条生路，你等都归顺了本将，以后等朝廷大军平了匈奴，你等再回故乡去，你们看如何？聂胜一听，怎么能不愿意？他又不是天生的盗匪，早晚官府会缴他们。我等愿意追随陈将军。陈乾回到家后，被以盗贼接了封条闯入为由，被官府派人悬赏捉拿。陈乾，我不管你是都尉还是校尉，在我抚远县犯了案的，就得给我老实伏法。谁敢上前，老子格杀勿论。感谢关注，下期再见。他只因拿出一支香蕉，山匪便送了他3个老婆，带回家中，妻子没说什么，妹妹倒是不高兴了，于是准备把他们送给小舅子。哥，那3个匈奴女人看着他们就来气，还不听话，不如把他们给卖了吧。卖到不能卖，明日我把他们弄到新庄子那边去，眼不见心不烦就好了。那你快点把他们弄走吧，我一天也看不下去了。好，我今晚就把他们带走。老爷，门外来了2个人，都拿着刀枪弓箭，抬着2只山羊，非要找你。谢虎本来以为是邻村的猎户，想随便打发了他们，谁知其中一个虎头虎脑的少年却发起飙来，打了谢虎一巴掌。是谁敢在我陈家撒野？走，看看去。谁知一开大门，见却是小霸王杨林和他的教师爷王元庆。姐夫，你好难见啊！杨林，打狗还要看主人，你既然知道这是我家，怎么能随便出手打人呢？老爷，不妨事，都怪小的有眼无珠，不认识就演。姐夫莫怪，下次他就认得我了。这些是送你的。姐夫，你这哪里买的女仆？倒长得很新奇，看起来像西域一带的女人。哪里是买的？这几女人是我在西北前线扶回来的，留在家里使用。咦，想不到匈奴蛮人中还有这等尤物。姐夫，既然是匈奴女人，一定有大梁女人没有的才艺，何不展示一番看看？你俩会歌舞吗？跳一段看看。没想到姐夫家里还有这等好物，难道是在匈奴那边抢回来的？呵呵，匈奴人那边很多物产，也是咱们这边没有的。那我知道了，姐夫何时再去和匈奴打仗，也带上我，我也去抢几个匈奴女人做歌姬。匈奴单于也很凶悍，不是那么好打的。哼，姐夫，你还是看不起人。小弟别那么说，你要是实在喜欢，我就送你一个女奴吧。不用，几个女奴而已，我小霸王还不至于那么没出息。老爷，外面来了一伙官军，似乎是奔着咱们来的。叫弟兄们把家伙都拿上，我看是谁敢在我庄子里找事情。姐夫，你也太低调了，是不是没提咱家老爷子？我去看看，在这抚远县还有敢不给我杨家面子的？杨林，这里没有你什么事，你就安心在这里喝酒就是了。姑爷，我先去外面看看。谢彪，你陪王教头去瞧瞧怎么回事。别让陈乾跑了，抓住那强贼有赏。来者何人？没打听陈家是你们能随便来抓人的地方吗？不管陈乾的同党是谁，一并拿了。少爷，外面是县里都尉派的屯兵。杨林，此事与你无关，你别参与。秦怀德，你不是要抓我吗？先让我舅子回去，咱们俩再好好谈谈。哼，陈乾，现在你死到临头，还替别人说情，真是可笑。秦怀德给你脸不要，非得自取其辱。谢彪，准备战车，把秦怀德给我抓来。不好，神机营。这时，谢彪在战车上瞅准机会，对着秦怀德方向咣的就是一炮。聂胜，你等不在庄子里待着，怎么跑到这来了？不瞒陈将军，是杨小姐算出将军今日有难，所以令我等来救。把秦怀德给我带过来。秦都尉，别来无恙啊！哼，陈乾，你敢袭击官军，伤害朝廷命官，就算我捉不到你，你也要被满门抄斩。官军的职责是保护老百姓的，不是你报私仇的武器。我问你，你带兵前来抓我，可有上司的兵符和指令？县里有什么原有证据说我是强匪？私自动兵你丫的才是满门抄斩的死罪。秦怀德一听也是一愣，自己光听薛蟠贵说陈乾是强贼，又打伤了捕头，真没上司让他调动兵马捉人，连黄县令都还不知道这件事。陈乾，就算你在这里巧舌如簧，等此事传到郡里，看哪个能替你说话。你算什么玩意儿？到郡里你有好使吗？杨林上前就抽了秦怀德一巴掌，嘴里骂道：看清楚了，小爷姓杨名林，在抚远都称我是小霸王。陈乾是我姐夫，别死都不知道死谁手里。秦怀德，你既然想找人，我今天就放了你，1月之后我还在这里等你。如果你找不到能扳倒我的人，就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咱们这事儿就算了了，否则我让你这个都尉干不下去。听见没有？1月之后不来磕头赔罪，就算我姐夫不找你，小爷也会去找你。姐夫，为何不嘎了这厮？那秦怀德毕竟是县尉，就算他罪该万死，嘎了他就是和朝廷作对。怕他什么？明天我就找我爹去，让他参上那秦县尉一本，让他做不成官不就行了？这个倒不用老爷子操心。嘿嘿，姐夫，你手下护军手里的家伙，给我一把耍耍。杨林，这东西是用子弹的，子弹用完了也就没用了。另外，你可别瞄着人打，特别别瞄自己。
谢虎，你拿我的关帖去县里找黄县令，把今天的事跟他说一遍，让他好好约束下属，别再给我添乱。我过几日再亲自拜会他。巧儿，你跟我去新庄子玩几天。你带那几个匈奴女人去吧，我就在这住着。姑爷，小人的老母年岁大了，无人照料，我见姑爷的庄子也治理得井井有条，想请假回家尽一尽孝道。家叔，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你这是要弃我而去啊？姑爷，你我主仆一场，又何出此言？家叔，我留你在此，并没有把你当下人看待。另外，我也知道你舍不得玉莹小姐，现在匈奴人就要打过来了，身逢乱世，臣前还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帮衬帮衬。原来姑爷也早有所警觉了。我正想请教贾叔，以你的看法，匈奴人若是攻击我大梁北境，会从何处入手？姑爷竟做得了如此精致的地理图形，也是极其难得。居安思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北境边军一旦败了，我纵有万贯家财，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姑爷也不必太过悲观，万事万物有定数，也有变数，变数还是占据主动，主要还要看姑爷想怎么做。我知贾叔乃绝世高人，臣前愿意拜贾叔为师。姑爷，如果你信得过我，我当全力助你。民乃国之根本，现如今各州县都紧闭城门，不让难民进城，乡里各士绅明明握有大量存粮，却藏着不放，难不成眼睁睁看着饥民们饿死或做强盗不成？他们也是大梁的子民啊！凡此大奸大恶、大是大非之事，都是朝廷一句话的事儿。只要你忠心爱国，老夫会为你把这件事说个清楚。宋熙看出了陈前的忧国忧民，有7分把握说服太子重用陈前。夫人，这可如何是好？老爷，你任期就要满了，难道还想连任不成？现在国家危难，战事紧张，如果他能坚守城池，上头一定会认为他守土有功，升官都是分分钟的事情。我说老爷，你就别多想了，匈奴人是那么好打的吗？大梁10几万精锐武卒都被嘎得干干净净，就凭城里那几百屯兵，你就守得住偌大城池吗？以夫人之见，老爷，若你还想活得长久些，莫不如现在就将这大印直接交给薛盘贵，你自己辞官还乡，也不至于就没了活路。夫人高见，不过辞官倒容易，若薛盘贵不肯接管怎么办？现在这兵荒马乱之际，就算我想带你和家眷出城回乡，恐怕也是难事儿。这还不容易，别忘了，那陈前现在可是势头正盛，咱们之前对他不薄，让他派些人送咱们一程，总归会给咱们一个面子。老爷，黄县令派人送来了一封信，我正要找这黄县令，没想到他主动找我谢彪，跟我走一趟，咱们去拿下抚远县城。感谢关注，下期再见。正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看陈前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成了抚远县城的话事人。黄大人任期未满，怎么忽然就想要辞官回乡了？哎，不瞒贤侄，我这也是被逼无奈。此时正是风雨飘摇之际，我这老朽残躯哪里担得了如此重任，所以还是挥泪让贤吧。黄大人既要离开，可曾对县尉、县丞等人说过？这倒不曾。黄大人，此时正是外敌入侵之际，作为一县之长，朝廷命官可是守土有责的呀。嗨，陈将军有何见教？不如这样，你把县城县尉找来，大家当面做个交代才好。若是他们2人肯代管抚远政务和防务，黄大人也走得安心些。也好，我这就让他们去找薛盘贵和秦怀德，让他们来县衙花厅议事。黄大人，以我之见，你还是得继续当这个县令。我可以保证，那匈奴人即便打到这里来了，也攻不下这抚远城。是。怎么连我都信不过？我是怕黄大人担不起弃城逃走这个罪名啊。下官不敢。这就对了，一会儿秦县尉和薛县丞来，我教你怎么说。只要守得住抚远，黄县令还有提升的空间啊。下官明白。黄大人尽可放心，你的家事都已经到了我家，定会保他们安然无恙。秦怀德听说黄县令要请他议事，不由皱了皱眉头。事实上，他早已做好了逃跑的准备。请转告黄县令，本官身体有恙，不便行动，这次便不去了。身体有恙，我看你还是欠打。就在这时，杨林从那个衙役身后晃出来，捏着拳头就准备扑向县尉。秦怀德也是武将出身，两人正准备动手。别动，动就崩了你！这时，王元庆手上拿着真家伙对准秦怀德，冷冷地说：“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去县衙那里你就知道了。”杨林，别仗着你老爹当过将军就胡作非为，你打我的事还没了，咱们以后在兵部衙门见。秦都尉、薛贤弟，你们可来了。与此同时，陈前让黄县令把县衙门里的那些小吏也都叫过来，他则从仓库里取了个麦克，又把音响连上，让他们都听听。不知县大人深夜招我2人来此，有何要事？本官此时喊你们来，当然是为了城防要事。黄大人，县里的情况难道你不清楚？我手下的屯兵精壮都征发到霍将军麾下，县里只剩几百老弱残兵，怎能守得住抚远县城？黄大人，就算要守城，城内没钱没粮，城外又皆是饥民，只怕还没等到匈奴人来，那些饥民就闹起来了。那你们说怎么办？连霍将军的10几万大军都被匈奴人杀得几乎全军覆没，要我等能怎么办？黄大人，您不也是明白人？趁匈奴还没有围城，早早就把自己的家眷送走了。这么说，你们是铁定不守这城了？哼，黄县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家都是明白人，何必苦苦相逼呢？我就不耽误黄大人为朝廷守节了。
本将也恕不能从命了。老百姓都知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道理，朝廷对你们两个不保，又没亏欠你们的俸禄，这个时候用到你们了，你们怎么不干点人事呢？陈前，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既然你们两个想要丢下这抚远县几万百姓逃跑，这座城我来守。哈哈，陈前，你算哪根葱？就算我秦怀德不干了，城里那些屯兵也不会听你的。那可未必。陈前一招手，县里的典史、书吏、主簿都脸色阴沉的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们又没钱又没势，除了期盼能守住这座城保护妻儿老小，根本没别的选择。陈前，你敢跟我玩阴的？薛大人，我等虽是不入流的小吏，也愿与抚远共存亡。陈前只是个奸猾无耻的商贩，他鼓动你们，无非是不想丢弃他的庄子。我正想告他偷挖煤矿之罪，一旦上面查下来，任他是个校尉也难逃法网。你这厮这么无耻，真懒得和你嚼牙。薛盘贵，陈将军是本官请来协防的贵客，且陈大人在本县10州送炭，自掏腰包赈济灾民，早已赢得善人美誉。你竟想着诬告陈大人，你拿本官置于何处？哼，道不同不相为谋，下官告辞，咱们走着瞧。走，你是走不了了。陈前，你敢胁迫朝廷命官，大逆不道之罪。秦县尉，你呢？用不用我把你拉到屯兵面前，当众说说你的小心思？陈前，既然本官落在你手里，我也无话可说。本官来做主，县城薛盘贵道德败坏，背信弃义，阴谋诬告上官，现押入牢中，单等上司来监审。县尉秦怀德无德无能，不能保疆守土，应将县里屯军交给陈校尉率领。黄县令也清楚，若是自己想跑，没准比这两人还惨。听着没？我给你留点面子，现在就去把你手下那些百将和阿猫阿狗都给我找来，把兵权给我，我可以对他们说你身体有恙，让你在家老老实实养病。属下遵命。姐夫，干得漂亮！姑爷，你有了那么多私兵，这县里800屯兵要之何用？元庆，实话说，这800屯兵是我为你要的。姑爷，这屯兵我恐怕带不了啊。不妨事，一会儿我叫那些屯兵给你卖命就是。姐夫，他不愿干，我来啊。杨林，你哥哥跟随霍大帅西征匈奴兵败，还不知生死，此时你应回家陪老父亲。姐夫，你这明明就是看不起人啊！俗话说，没有考场外的举子，不试试你就知道我不强。若杨老将军许你跟我，我才敢安排你职位。那好，我就记着你的话，我也不屑要你抢来的那些屯兵，我自家就有兵。就在这时，秦怀德带着10几个屯兵军官到。这位就是陈校尉，以后你等就跟随他好好守城。陈将军有礼。你等都在这屯中干了多久？各是什么职位？这些军官都是秦怀德的亲随部将，陈前深知肯定是调不动的。今日我也不讲什么大道理，你等既是军户，便知大梁律法对逃兵败将的处置。眼下匈奴人就要到了，我只有3个规矩：嘎匈奴骑兵1人，奖20两银子；凡本部军士杀敌50名以上，官升1级，送田宅1处，地20亩；杀敌过百，我将向朝廷给你们请功，免你们军户的户籍，让你们的孩子以后不用再应招打仗了。陈将军可做得了主？他们跟秦怀德数年，也就混个吃喝和一些小钱。现在这可是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当然，你们可以选择不信。我等愿意跟随将军。既然如此，你等以后就听王将军的指挥。先提醒一句，若是你们跟错了人，可别怪我不给钱财地位。属下见过王将军。众军将既然已经听明白了我的话，现在就回营，传达到每名军士那里。若有不愿者，本将也不勉强，到牢里待几天，会想清楚的。谢彪，宋秦都未回府养伤，我这里有上好的红伤药，还有专业医师给你治疗，伤好后再去领兵打仗，本将一样也赏你。陈将军治兵之道，小将佩服之极。奖赏倒不用你担心，我自有办法，你只管把兵带好就行。而且我不用你直接出城和匈奴人硬抗，我现在就回去找我爹。杨林见姐夫陈前几句话就让教师爷王元庆真当了抚远县的将官，十分羡慕。本县佩服至极。黄县令，城防之事我已经解决了，城里的民政和屯军们的粮草就要靠你了。感谢关注，下期再见。休得对我夫君无礼。是吗？既然你不让我对他无礼，那我只能对你无礼了。夫君，快救命啊！嫂子这小脚真是温润如玉，纤细可人，那就让我先用你这双玉竹爽吧。陈前，你竟敢强暴命妇，带我出去，一定要判你个千刀万剐。痒死我了！哥哥，快停下呀！哥哥。嫂夫人怎么样？舒服的很吧？比起你那薛大官人如何啊？你这该死的！我说，哥哥，我什么都说。小蝶，你再忍，千万不要中那奸人的计策呀！薛盘贵，你老婆都招了，你和秦县尉联手倒卖军粮，以次充好，捞了不少的好处，也坑了前线为国杀敌的将士，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他说的都是假的，一个妇道人家，又经你严刑逼供，这何以充当证据？哼，此等祸害，我定报礼部急去他的功名，然后上报朝廷，重重处罚他。别啊，到那时他又该找关系翻案了，别忘了他贪污的银子还没找到呢。那依大人之见。薛盘贵，你不交银子也行，本官看在你家族的面子，给你2个选择，只要你接受其中一个，马上就放你出狱，回家陪老婆孩子去。陈大人，
这薛家在朝中也有些地位，我怕得罪太甚，以后对陈大人不利啊。黄县令把薛盘贵押进牢里，原本是想保护他，等陈前离开之后再好好安抚。没想到在薛盘贵家中搜出状告县令和陈前的书信。我没得罪他，他都恨不得往死整我，更何况我今天已经得罪他了。不过既然黄大人提醒了，陈某怎能不给面子？给他3天考虑时间，拿出贪污的银钱来奖励守城的军卒，并上表为我和黄大人请功，本官便会免了他的刑罚。这陈大人考虑的实在周全，本官佩服之至。陈将军，王元庆那边情况有变。原来王元庆刚接管了抚远屯军，这时忽然从军府衙门下来了一位大人，直接去了县里找秦怀德，并拿下了王元庆的军权。看来是搬救兵来了，他带来了多少人？总有7、80个，不过都是精锐汉子。带我去会会这位大老爷。秦都尉，这人就是陈前吗？回赵大人，他只是陈前手下一个打手。一个打手都这么厉害，这个陈前看样子不简单啊。陈前倒不怎么能打，不过他手下有发火的武器，更够隔空击物。属下上次就是吃了这亏，否则单凭这些流寇，何劳大人亲自来捉？大人快看，那个就是陈前。这时秦怀德看见几个人快速向这边赶来，来人，给我把那厮拿下。我乃左军麾下资历校尉陈前，请问你们的长官是谁？大人小心，这厮会奇门之术。既是左军田将军麾下的将领，为什么会在这里欺凌守城县尉？看样子你就是赵长史了。小将陈前有礼了，左军校尉出现在这里又怎么了？我本是抚远县人，归家取经，遭逢战事，今由黄县令请来协防抚远县的。陈前，你莫狡辩，是你控制了抚远县令，试图抢夺抚远县城，此乃谋反大罪。单单我带的10数人就能把县城抢夺了，那你这个县尉是干什么吃的？抚远县城危在旦夕，城里惶恐不安，城外恶殍满地，匈奴铁骑即将踏破这里，我抢了又何用？想当县令吗？本将只管军政不管民生，今日来乃是军府衙门指派本官来捉你，有什么冤枉？你到军府衙门那里去说。谁敢动我姐夫？我小霸王杨林要他狗命！大胆，竟敢冲撞本官的护卫！杨林，不要妄动，对面是赵明亮赵长史，我和他只是有些误会。我倒没听过赵长史，不过我爹为镇西北的时候，他恐怕连个小兵都不是呢。呵呵，原来是杨老将军的公子。杨老将军在任的时候，赵某的确很敬佩他老人家。陈前正想着对策，这时又有一队人马冲了过来，来的正是左军大营主将田丰的舅子，陈前在左军唯一结下的好友赵昆山。陈校尉，这是怎么回事？来者何人？为何敢闯我的护军？原来是赵长史赵大人。本官正在执法，请赵校尉靠后一些说话。这莫非是长史大人要捉陈校尉？长史大人，此事万万不可！我左军8000弟兄正等着陈校尉去救命啊！陈前得罪了兵部的人，此人不能放走。既然赵长史不给面子，就别怪赵某失礼了。众军士将陈校尉带走，我看谁敢拦！赵昆山，难道你要造反吗？赵长史，我带的可是田丰田将军的手令，你可以不给田将军的面子，但我必须遵守田将军的将令。田丰是左将军，官居3品，是个有实权的主，就算军府衙门里那些大佬也要给几分薄面。那我只能让军府衙门冲田将军要人了。快放人！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杨林，不要胡闹！大哥，左军大营究竟怎么了？赵昆山连忙将田丰在定远城被围一事又对陈前详细说了一遍。大哥，不是我不想去救，而是我自己去，并不解决什么问题。我要带人去，岂不正中了匈奴围点打援之计了？难道你就看着左大营8000弟兄被匈奴人给破了？大哥，你先别急，看我先给你说，此乃围魏救赵之计，如若不然，定远之围解不了。好，兄弟，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去给田丰将军说去。别急，你们先在这县城里好生歇息一夜，我让人同你一起回去，给神机营带火药、地雷等物。一旦神机营的枪响了，匈奴人就不敢逼得太狠。就在陈前和赵昆山商议军情的时候，秦怀德也和赵明亮密谋。长史大人，你也看到了，这陈前势力强大，喧宾夺主，他一日不离开，这抚远我一日待不下去，还请赵大人允许我带屯兵离开抚远，末将甘愿为赵大人效犬马之劳。呸！秦怀德，你干的那些好事，别以为我不知道。本官今日是奉兵部之命来，不是看你秦怀德的面子来解救你的。若想活命，还是好好守你的抚远县城吧。如果县城丢了，恐怕军府衙门那边也不会饶了你。他清楚，兵部之所以下这道命令，是因为秦怀德替某些大佬办了许多脏活。一旦兵部觉得秦怀德是个累赘，那杀人灭口可是分分钟的事情。赵大人，赵明亮说完便走了。秦怀德深知这次赵明亮罩不住他，陈前就会拿他练手了。杨林，既然你带了家兵来，就同元庆一起守城吧。那我打赢了匈奴骑兵，会不会也弄个封赏，做个长史这样威风的官？杨林，只要你听我的话，以后你有很多机会。秦县尉，我这舅子脾气暴烈，我怕我一时关照不到，他把你打死。这样，我给你找个更安全的地方去和薛盘贵做个伴吧。元庆，你只需严守，不需出城交战。屯军马匹车辆只留20匹，交你和军官使用，其他我要带到城外，有大用。那是当然，元庆在抚远的一切都是大人给的，有需要的地方尽可开口。
匈奴人攻不下定远，就会分兵向内地打，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和城内屯军里应外合，将攻城的匈奴兵一举歼灭。将军，如果匈奴人不来，该如何解决？我自有办法让匈奴人放开定远，直奔咱们抚远而来。陈前并不是盲目自信，因为他手里还握着3张王牌：匈奴单于的女人看事、大月支和苏迪亚。你觉着是留在我这里好，还是回匈奴那边做小单于的妃子好？将军何出此言？我只是问问你的心里话。妾身本有汉人的血统，当然愿意留在将军的身边，哪怕做牛做马，也比在匈奴那苦寒之地放牧牛羊，陪一个10几岁的小孩子好。既然如此，你愿意为我做一件事吗？事成之后，我会收你为妾。啊，将军想要我做什么事情？我想让你去左贤王那里一趟，就说看事在这里，让他马上派兵来救。只要将军信任，我愿去。不要怕，我一定会把你接回来，风风光光的把你娶了。感谢关注，下期再见。务必把陈前活捉过来，带给本王。竟敢以我匈奴贵族女人为奴！赵将军，那些匈奴人似乎对威远城并无打算，而是绕过我们向内地去了。将军，匈奴此番举动十分奇怪。是啊，赵将军，匈奴如此行为，难道是想截断我们的后路？再看这股敌军究竟有何意图？姐夫，若依你的计策，我岂不是连那匈奴兵的影子都看不到？我不干，我要和你一起出城去，和那些匈奴兵真刀真枪干一场。杨林，若你不听将令，我可要治你的罪了。少爷，大战在即，此时不是使性子的时候。姑爷如此安排极为巧妙，我也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啊。也好，到时候无论杀敌多少，功劳却少不得我的。城里木的民军训练的如何了？回将军，新木的1200名新军都被我编在屯军之中，守抚远2000兵丁也算够了。我带来的8门威远将军大炮要好生使用，另外开花弹也要分别存放好，一旦引起训报，恐怕城墙都要炸塌了。请将军放心，薛家老爷子见陈前不肯放人，知道是因抢亲把陈前得罪透了，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急忙把董学文找来，请他给薛盘贵说情。陈前，旬月前一别，甚是惦念啊！听说你在县里主持军务，我特来看望你。董学文见陈前威风凛凛坐在大堂中央，就连黄县令也只是侧坐一旁。咦，那穷酸老头是何人？竟然在堂下大肆称呼我的名讳，我和他有什么关系吗？陈将军，我想起来了，此人乃薛家村开私塾的董学文董秀才。哦，原来是董教师，请坐。不知董教师找我何事？陈将军，小人只想找将军叙家常而已。呵呵，本将军务繁忙，若是叙家常，本人没空送客。陈将军，我乃薛家的主管，董教师实在是我请来给将军赔礼道歉的。给我赔什么礼？道的什么歉？正所谓大人不计小人过，当初我家小少爷冒犯了陈将军的虎威，所以小人刻意前来道歉。大人不计小人过，小人犯错就得被原谅吗？妈的发科，这都什么理论？当初你家那个逼崽子领一伙人追打我的时候，怎么就不说大人不计小人过？若不是我陈某人现在有了权柄，你们会这样对我吗？陈大人，怎么你真的想替你家主子的犬子担责？那好啊，我成全你这个狗奴才。当初我挨了他的打，我就踏马当被恶狗咬了，现在我把你关在狗笼子里，牵几只恶犬也咬你一顿，我撒了气，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你看如何？那薛家管家一听陈前要把自己关狗笼子里让恶狗咬，吓得扑通一下跪倒在地。董学文见陈前根本没有读书人的温文尔雅，而是不依不饶，也吓得跪了下来。我又没说你跪什么？陈将军，以前是我不对，有眼不识泰山。我记得你当初你把女儿许配给我，我是对你100个恭敬的，可惜你不行啊，老董。身为读书人，你嫌贫爱富，一女许配2家，就算我拿了聘礼，你都恶语相向，要把我赶出去。最可恨的是你学习不咋地，一辈子学渣了，还和薛家合起伙来，在秋市坑我，想狸猫换太子，把我的功名夺了。如此恶行，你还是人吗？那我还能认你吗？如果你中了举当了官，如何教化百姓？如何秉公办事？现在你又舔着个大逼脸来要人情，你以为你在我陈前这里有面子吗？我陈前只踏马跟人说话，不能跟畜生说话。马德发科越说越气了。黄县令，遇到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哼，还有此事！如此品质恶劣之人，当剥取功名，游街示众，警示乡邻。其女董月娥也应立即送至陈将军家中，成全婚聘之礼，如此才可以正视听。陈大人饶命啊！罢了，我也不屑于和这种人计较，还不快谢谢陈将军？谢陈将军。董秀才，你家女儿还要尽快抬来送与陈将军，让俩人结成秦晋之好为妙啊！大人，我家小女现在不知所踪了，就连我都不知道她去了哪。什么？谢彪，末将在，速带人把董小姐给我找回来。聂大哥，匈奴人来了，快去给陈将军报信，立刻召集人马准备迎战。抚远县内，王元庆也在不久后得到了匈奴骑兵入侵抚远的消息，立即关上城门，屯兵上城墙，炮手们预备，准备用威远大将军炮招呼那些匈奴狗。兄弟们，立功请赏的机会来了，快上墙准备弓箭。也不知那些长毛的匈奴人这次来都带了什么宝贝，哪怕抢一些好东西也不白来啊！少爷，我等皆以你马首是瞻，你们在这等着，我上去看看。如果有机会，我要个先锋，带你们去和匈奴人杀个痛快。将炮口瞄准匈奴人的头领，听我命令再开炮。
半小时后，匈奴人已经在城下摆好了阵势。守城的官兵听着，速速打开城门，让我们大王扎木铁进去。我们可以保证你们活着，否则扎木铁大王发怒，会屠城3日，鸡犬不留。你若敢战，便来战，说些废话作甚？准备攻城，开炮！只听几声沉闷的响动后，炮弹直接打匈奴人仰马翻，调低炮口，给我轰！匈奴兵哪里见过这等架势，还以为天神发威，吓得四下狂奔。打得好啊！远处陈前正带着神机营和陌刀队兵马埋伏在城对面的树林中，见王元庆十分沉着，手炮就干翻了匈奴人的指挥机关。聂胜，现在轮到你们上了！弓箭准备，火枪准备，榴弹准备。扎木铁见树林里枪声如雷，烟尘滚滚，知道里面的伏兵也用上了火器，旗帜一挥，率残余部队向远处逃去。聂胜立即回防山庄，严密监视匈奴人的动向，寻找他们逃跑的方向和落脚地点。是。杨林却不爽了，因为他被命令充当预备队，没有直接参战，所以也没功劳。我找我姐夫去，银子我不在乎，但既然匈奴兵这么好打，我好歹总要嘎2个匈奴兵，立个功给我爹看看。杨林又犯了浑，也不知与王元庆，带着200家兵直接奔陈前的山庄去了，简直胡闹！速速将此事报给陈将军，就说我管束不力，自请受罚。将军，那些匈奴兵往定边县那边去了，那我带本部500人马去追他们。不，匈奴人诡计多端，也许他们在调动我们，引我们追击，然后设伏打败我们。这时，王元庆派来送信的斥候到了。什么？杨林私自带兵找我来了？将军，大事不好，杨少爷恐怕会有劫难。军师何出此言？奇怪，我摇了一卦，杨林也往定边的方向去了。感谢关注，下期再见。行军打仗怎么少得了自热米饭？原来他带着一座仓库穿越到了古代，在寻找小舅子的路上拿出了方便面和自热火锅，战士们都开心的吃了起来，却不料小舅子也刚好路过了这里。姐夫，你们在吃啥？这么香！杨林，你怎么在这里？擅自离城之罪怎么说？回去再收拾你。姐夫，我也要吃。随后陈前带着聂胜轰隆隆几声炮响就夺回了定边县城。谢彪等人也到了董月娥姑姑家，发现一大家子人在昨日就走了。他们去哪了？山里躲匈奴去了。哪里有匈奴？匈奴都被我家老爷打跑了。董学文毕竟老成些，急忙问走的时候，带没带着自己的女儿董月娥？你是说那个嘎人的女子吗？谁嘎的人？前2天老丁家本来想把外地来的表妹嫁给邻村的徐老坏，谁知那女子很刚烈，死活不上轿子，还用剪刀扎了徐老坏，结果那个混子老婆没娶成，却送了命，那女子也被保甲带走，说是找时间送县里去审判。那保甲在哪儿？那女子就是我苦命的女儿啊，老乡快请说吧。兵荒马乱的，保甲一家也跑了，或许是送到亭长那里去了吧。带路，找不到人，老子嘎了你！很快便找到了邻村的亭长。人呢？什么人？少废话，我家少奶奶是不是在这里？各位有劳，我是董秀才，来找我的女儿董月娥。你说那个董月娥，她是嘎人犯，正在要押解到县上去。你他妈才是嘎人犯，你们全家都是。董小姐是我家老爷的未婚妻，立即马上把人给我放了。你家老爷，就算你家老爷再有钱，也得听县太爷的，嘎人之罪，犯了王法，难不成你脑袋也不想要了？去你奶奶的，狗眼看人低，在抚远，我家老爷就是王法，人在哪呢？这时，谢彪掏出了他随身携带的真家伙，人关在马棚里呢，快放出来！你们敢劫狱？亭长不知道枪的厉害，见谢彪要抢人，也准备动手。只听一声枪响，谢彪把那个亭长的腿打断了。不行啊，这可是犯了死罪的呀！让你挨打的明白，我是陈前陈校尉的亲兵护卫，那董月娥就是我家将军的老婆。谁？什么陈前陈校尉？什么将军？董月娥的姑姑家在临川县，不归抚远管，而且古时候信息传递不方便，这些人根本没听说过陈前。走，既然他们报了名，去县衙告他们。赵将军，抚远县已经打退了匈奴的进攻，不过主战的却是一个姓王的民军头领。听说秦县尉现在被关在监狱里，不能支援打定边。陈前，你好大的胆子，在战时将守卫县城的县尉囚于牢中，这次恐怕田丰也无法保住这个胆大包天的小小校尉了。报，赵将军，定边县已经被我大梁夺回，侵入城中的匈奴人被团灭。咦，是哪位将军率兵助我？听说是一个叫陈前的校尉领着一伙民团打下了定边县，据说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什么？陈前？他手上2、3千正规屯兵不敢做的事，陈前领着一群老农1个小时就干完了。这要是朝廷知道了，他这个掌握兵马、护卫边疆的长史还怎么混？传我将令，立即点1000兵将，随我出城去救定边。这个陈前说好的围魏救赵呢？将军，突围吧，我愿率部为先锋，为大军开路。是啊，将军，再拖下去，恐怕我们的战士抡不动战刀，战马也跑不动了。田将军，我在离开抚远的时候，陈前曾交代说，只要将军能再守7日，形势必将大利于我军。哼，今日就是第7日了，你又该怎么说？禀将军，城下来了一队人马，不知是敌是友。走去看看。哼，此时官军才来，明明是抢功劳来了。各军准备，定边是咱们打下来的，就是咱们的，不管他谁来，想进定边，先得问咱们答应不答应。慢，官军收复失地，乃是名正言顺之举，不可阻拦。我乃大梁威远郡长史赵明亮，请你们主事的将官说话。要进城就进城，哪那么多说道？放肆，怎么对上官说话的？呸！胆小就说胆小的。匈奴兵来的时候，你们在干嘛呢？现在匈奴兵被我们打没了，你们倒来耀武扬威，怎么
连个空城都不敢进。大胆准备攻城，把这些刁民给我拿下。慢，攻什么攻？你们要城池，我正等着让给你们呢。赵大人，想不到又见面了。哼，陈校尉，没想到你倒是挺能打。哪里，都是侥幸。若不是有赵大人的虎威震慑，陈前以一众百姓也不可能克敌制胜啊。是吗？大人既然前来，我也放心，回家陪老婆去，请。谁知事后报说，发现了大队的匈奴骑兵正往这边过来。赵明亮心想，万一被匈奴人包围在这破烂的小城中，自己岂不是成了他的替罪羔羊了？陈将军，本官还有重大军务，既然你已经收复了定边，我会奏请朝廷为你表功，这里你就先管着吧。喂，赵将军，我可只是一个左军的校尉，不是这里的驻防军啊，你不能把城丢给我啊。陈前，既然你这样说，本官临时任命你为定边县都尉，再拨你300屯兵，总够了吧？大人，我还要去田丰将军那里复命啊。现特令陈校尉兼领抚远、定边2县防务，我还有要事，就先告辞。鲍将军，匈奴大队人马向定边方向杀来，人数大概有5000之众。这么多的匈奴兵，看样子左贤王是把围困田丰的部队分出一半来打咱们来了，叫弟兄们抄家伙。将军，匈奴人分兵了，难道是陈前围魏救赵的计策成功了？将军，末将愿带800勇士，趁大雪时匈奴战马找不到牧草，趁夜袭营。田丰也深知是时候打一场翻身仗了，下集预告。什么？月娥找到了，被关在临川县。捷报，让我带人去临川把他那县衙砸了。感谢关注，下期再见。古代一男子正提着粮花生油在厨房里不知所措，原来男人穿越重生竟然带来了一座仓库，只需意念一动便能带着东西自由自。他只因掏出手枪增生了一人，殊不知已经惹上了大麻烦。临川县县令是谁？临川县县令叫季春生，在任3年，其恶如仇，素有清名。难道对方就没什么弱点和短处吗？听说此人是薛蟠贵的童年举子，两人关系似乎很好。这事儿还不好办吗？我带人去临川把他的县衙砸了。弟弟，不可造次。此时唯有将董小姐送到临川，多使些银子，只轻判个误伤之罪，另外把谢彪也按军法处置，才能保全将军的清誉，不至于给人留有诋毁的权柄。不行，董月娥对我情深意重，此番嘎了人，也是为了践行对我的诺言，保护自己的贞洁，我岂能不管？老爷，此事皆因我而起，我愿替董小姐抵命，那些宁愿杀愿砍，随他好了。胡说，要是这么简单，贾先生早就把这事儿办好了。我亲自去会一会这个季春生季县令吧。不知陈校尉前来有何贵干？季大人，我来临川是办些私事。这可不行，本官向来不收礼物，如果陈将军没什么要事，季某恕不奉陪。季大人，些许小礼物，只是些特产而已，何必如此？陈将军，此时前线正在和匈奴苦战，本县怎能让这些身外之物受困累身？季大人还不知道吧？那些匈奴兵早就被我姐夫赶出边境去了。哦，匈奴人肯退兵？那是当然。想不到陈将军如此威武，本县失敬了。不知陈将军找本县所为何事？如果需要本县支援，季某当全力配合。季大人多礼了。既然陈将军是朝廷命官，当知人命关天。陈将军率部浴血拼杀，不是也为了一方百姓安宁，绝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季大人说的严重了，如果前方将士拼死杀敌，自己的妻子却在后方被人欺凌，那让那些勇士又情何以堪？既然陈将军这样说，本县也知晓了。等人犯带回来，本县自然会斟酌法度，酌情处理，一定不会让将军担忧。您看呢？什么酌情处理？还不是要抓人？合着我姐夫的面子，你是一点不给是不是？本县维护的是国法，不是你一家的势力。杨林，不要造次。陈前意识到直接找这个季春生走后门不行，又去找了黄县令想想办法。哎呀，这是难办啊！那季春生本是个御史出身，因为性格刚直得罪了人，才被下放到临川当县令，要让他法外开恩，比上天都难。陈前一听也是犯了愁，没想到自己竟遇到了这样软硬不吃的主。不过本县倒有一个办法，让董学文来本县告一状，只说女儿之前被拐卖，这样管辖权就移到本县来了。本县审个董月娥嘎了人贩子自保，判他无罪不就行了？如果那季春生不答应呢？那薛蟠贵和季春生倒是同年的举人，两人私交甚好。如果让薛蟠贵出面，季春生恐怕还是会给些面子的。好，我这就去找薛蟠贵。只见牢房内薛蟠贵一直在傻笑，似乎在装疯。薛蟠贵，现在匈奴退了，本将也大人不计小人过，咱们的恩怨就此了了，以后你好好做人就是了。谁知薛蟠贵根本没有理会，还乱颤着傻笑。你们的还装啊！陈前拿出电棍给他一顿出溜，把薛蟠贵电得如同虫子般痉挛，杀猪般叫牢。现在还疯不疯了？陈前，你嘎了我吧，我求求你。薛蟠贵，你看你早这样多好，跟我耍那么些心机有什么用呢？你打又打不过我，玩又玩不过我，背后的势力也没有我大。这么的吧，我也不嘎你了，只要你给我办成一件事情，我还让你当抚远县丞，你看怎么样？听见没有？我家老爷问你话呢。行，我愿为陈老爷当牛做马，做什么事情都行。陈前于是把在临川遇到的事情说了一遍，让薛蟠贵无论用什么手段，也要说服那个季春生把案子转到抚远县来。你先去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别怕，你家里这边我给你照顾着呢。小人这就去临川。
薛盘贵知道陈前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他特别心疼自己那个小妾。听陈前这么说，哪里还敢耍心眼子？董学文也找到了黄县令，死活要和董月娥脱离父女关系。其实他是怕董月娥这桩案子影响到他的前程。妈德发科，虎毒都不食子呢，你还是人吗？这要是让你当上了官，你不得把老百姓骨髓都给吸了啊！来人，给我拖出去，给他洗个冷水澡，清醒清醒！时冬腊月天啊，在西北那可是滴水成冰。董学文被冻得奄奄一息之后，听话了许多。我准你和董月娥脱离父女关系，但你必须先把董月娥的案子给告了。不敢了，小人不敢脱离关系了。让你告你就告，让你脱离你就脱离，再废话就再拖出去洗澡。2天后，薛盘贵就从临川带回了季春生同意抚远县接管董月娥一案的消息。只不过季县令附带了一个条件，要陈前50杆火枪和5000发弹药。大人，我真不知季春生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这个季县令可是比你强太多了，你看看人家要的东西，那是要加强城防，防止匈奴人来袭，一心为了治下的老百姓。告诉他，本官不仅给他火枪，还另外亲自送他2门威远将军神炮。季春生这个人送他个人礼物他不要，反倒要火枪，陈前岂能放弃这个结交的好机会？董月娥想着陈前居然成了叱咤疆场的将军，还不声不响把这个案子给消了。这种身份的巨大差异，让他对陈前产生了陌生和距离感。一入侯门深似海，董月娥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助和恐惧。月娥，我来看你了。陈公子。董月娥急忙低下头去，脸颊绯红，心里砰砰乱跳，有种想躲开的紧张。月娥，到家了就不要拘束。陈公子请自重。公子，小女已经和父亲断绝了关系，孤苦伶仃，若承蒙公子厚爱，愿意结为夫妻。月娥当然不敢不从，但若公子没那个心思，还请公子放月娥回去。月娥以后绝不会提起之前婚约之事。董月娥深知现在的陈前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娶不起老婆的穷秀才，如今家业巨万，美妾美姬成群，或许已经没有当初那股子劲儿了，怕他只想玩而已。我已经让贾先生挑选大婚之喜的日子了，那就请公子再等几日，只要公子不爽约，小女子此生便是公子的人，绝无二心。好，我陈前对你董月娥的心，天地可见，如有欺骗，天打雷。公子切莫胡乱发誓，月娥说了，此生生是你的人，死是陈家的鬼。正在这时，贾纯风在外面求见陈前，在这个时候找他，绝对不会是小事。恭喜陈老爷，贺喜陈老爷。我何喜之有？陈前见识2个公差吏部信使的打扮，心里已经猜到几分。陈老爷，吏部已经委任老爷为定边县7品县令一职，还请老爷及早上任。定边县县令，2位官差辛苦，陈老爷已经为2位备了些酒菜，还请2位官爷随我来。贾先生，上头是什么意思？将军，虽然匈奴退兵，尚未和我朝签订议和的条件，但我怀疑上面对将军拥兵自重，已经有了忌惮。此次任命将军为县令，就是让将军脱离军队。不过以我看来，这才是好事。做县令便做县令好了，天高皇帝远，至少在定边县是一把老大，谁都得看自己脸色。如此过几年快乐逍遥的日子，也不为是件好事。感谢关注，下期再见。明明是他用现代武器打败了敌军，但是自己的部下和上司都升职了，自己非但不升反降，而且还被剥夺了军权。将军，既然如此，以我看，不如将这庄子和铁厂也交给抚远县罢了。毕竟这铁厂可是产枪炮，这煤矿产炼钢的焦炭，只要陈前管1天，朝廷就会担心他1天。也罢，就这么办吧。啊，这可不行，庄子是你的，我没权利收。若是陈大人真的想捐，那也得我上奏郡里，等上封下指示才行。当他的部下听说陈前居然没升官时，一个个气呼呼的，有气没处撒。不干了，朝廷对陈宫的功绩视而不见，我等怎能继续为之卖命？你们胡说什么？翅膀硬了，官大了，不听话了。大人，朝廷升你们的官，这说明上峰还是公正的，看到了你们的功绩，你们因为我就不干了，以为是对我忠义，朝廷会怎么看我？难道你们想逼着我造朝廷的反？你们看笑话吗？大人，不敢啊！大人对我等如同再造父母，恩重如山，我等岂敢害大人？好了，明白就好了，你们也快去上任吧，别在我这耽搁了。我知道你们念我的情，以后万一我有个事儿求你们，你等别公事公办，就算报恩了，快去吧。杨凌此番一步登天，从一个20祖一下子当上皇宫卫士，陈前功不可没。姐夫，以后到了皇城，有我罩着你呢。哈哈，我希望这辈子也不进皇城，只在这定边安静的过日子。杨林，不要胡说。陈前，既然你已经被任为定边县令，不日就要上任，你也抓紧张罗把和董小姐的婚事办了吧。玉莹，以后你要跟在姑爷身边，不要怕苦，好生照顾姑爷。杨老将军留在山庄，亲自主持操办了陈前的婚礼。月娥，你吃饭了吗？你喝了酒，早些休息吧。天还早，我们说会儿话。夫君，以后我们不用再分开了。希望如此，我也想和你过过自己的小日子。话说，我穿越过来也不是为了给谁打江山来了。夫君，什么是穿越？穿越就是等等，我给你准备了一套内衣，你穿上之后就会越来越好看。这怎么穿嘛？夫君，你好坏。月娥，你穿上就知道了，我帮你换。洞房外，大红灯笼依然亮着，侧室的周可欣和朱玉环摆了桌酒菜，拿了酒对饮起来。周家妹妹怎么不开心？
今日老爷和新上人喜结连理，我有什么不开心的？哟，别瞒姐姐我了，姐姐也是过来人，那晚上孤枕难眠空落落的滋味可是不好受，要是有个男人来心疼心疼你就好了。你胡说什么？哎，我本来看你孤单单可怜，想介绍一个潇洒风流的男人给你，谁知你却误会我的好意，罢了罢了。是你自己想男人了吧？去找我做托词。妹妹，男人就是这样，喜欢新的，忘了旧的，况且你连个妾都算不上，何苦为他守那个贞洁？陈乾虽然对他不薄，但他暗地里却恨陈乾入骨，在他看来是陈乾害得他家人离散，自己也由一个官太太被卖为奴仆。夫君，你醒了。想起昨夜的温存，陈乾对董月娥是爱不释手，还想抱过来再好好受用一番。大丈夫本应建功立业，又岂能只贪恋床笫之欢？我虽然是一介女流，但也愿助夫君一臂之力。这时海棠端了冰糖银耳粥进来，昨夜他在床头听了一夜，虽然不得窥到真谛，但也是心如蚂蚁在爬，小手也不知道放哪得劲儿，直到天亮方才睡着。老爷，请用吧。海棠，你愿意和我去定边吗？老爷这话问的，小姐去，我当然去。话说，这里的宅子虽然大，可是我和小姐住的却不舒服。不，这儿的房子不够好吗？房子当然好，这里的人也热情，可是我们在这里住着，总感觉像客人一样。海棠，不要胡说。只因这座宅子当初是为了杨玉莹买的，杨玉莹对煤矿铁厂的账目和人员比较熟悉，就留在了福源主持工作。陈乾也准备带月娥去定边上任了。姐姐，这325两银子是昨天客人送的礼金。定边县刚经历战乱，生活一定很艰苦，千万别委屈了我的月娥好姐姐。我不怕苦，这么多钱，妹妹还是留着吧。姐姐，快把礼金收好，这可是你自己的梯级钱，外面有什么人情来往，陈郎还要管你要的。玉莹，咱家还有多少？再多给我拿点儿吧。这里还有那么多的工人要吃饭，而且还有很多钱款没结回来，等过了年吧。没有现银，那煤炭得给我弄几车吧。这里是陈家，夫君用煤随意拉就是。陈乾也是对杨玉莹又怜又疼，趁董月娥回房的时候，悄悄钻到杨玉莹房里。哎呀，我的陈郎，你还有大事要做呢。我这不正准备干嘛？等我从定边回来，再同你好好玩耍。说完，两人便留下了离别前的美好回忆。陈乾到了定边县城后，却发现自己留在定边的1000多丝兵不见了。我留的那些民军呢？陈大人有所不知，聂将军离开后，将城中防务交由小的。谁知那些民团不服从本将的指挥，还险些哗变。幸亏小人处理及时，否则这些流民会成为定边大患。啥？哗变？那些民军大多可都是跟聂生出来的，又在陈家山庄经过严格训练，怎么会忽然闹事？其中定有因由。属下跟赵长史赵将军的时候，赵将军就曾叮嘱过属下，对付那些流民一定不要手软，否则会姑息养奸，成为倒扣。那你何不回去跟你的赵长史？属下不敢。谢彪，把人带来，给我看看行军后口里的闹事流民在城里都干什么呢？他不相信留在定边的民军会叛乱，否则邢亮这300人马根本不够他们打的。陈老爷来了，请陈老爷给我们做主。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爷，小的们本来应大人的命令，帮助城里的居民修建屋舍，掩埋遇难之人。谁知聂大人走后，这个当官的说我们不是屯兵，是流民，不但扣了我们的粮食，还强行缴了我们的军器，想赶我们走。如不是我们知道老爷一定回来，所以一直抱着团等，否则还不知道会怎样呢。粮食你弄来的吗？军器是你造的吗？不是。那你凭的是什么？大人，我知道这些人都是大人的部属，但这些流民借着修房之机，在城中强迫妇女，欺凌百姓，抢夺物资。虽然知道那些人是大人带来的，但作为守将，我岂能不管？马涛可有此事？这小的只知道县里有些妇人无依无靠，自愿许身。至于强抢，大人不是说过，那些富贵人家有粮食不分给穷人，就是为富不仁该嘎的吗？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等都跟我回城。那些民团兵士听说陈乾回来了，还当了定边县的县太爷，都赶过来诉苦。我走之后，大家辛苦了。老爷，大家都想念你呢。那个行军爷不把咱们当人啊。听说你们有的已经在城里找了婆娘，还有的抄了地主老财的家，很好很好，都是谁呀？我看看。当即民军里有人犹豫着站了出来。那些女人们都同意吗？老爷，他们没有粮食，房子也被烧了，咱们手里有钱，哪个不同意？这样，既然已经成了婚配，你们都把自己找的婆娘们带来，无论是妻是妾，老爷我亲自给你们出个公证，也算明媒正娶。陈乾正想听听那些女人们来了都会怎么说，但是谢彪已经前去调查清楚回来了。老爷，查明白了，邢亮说的事情确实存在，看来必须要嘎几个立规矩了。感谢关注，下期再见。他刚当上县长，便从仓库里拿出高产量稻谷种子，先让治下百姓能够填饱肚子，然后炼铁制煤，开展工业革命。可是，在君主专制政体的社会，一套现代化工业带过去，并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夫君，人红是非多，要我说，直接把铁厂和那些工匠们送给朝廷，未免是大功一件，也好证明咱们对皇家并无二心。交出铁厂，并不能让朝廷对我放心。如果他们真不信任我，恐怕会直接嘎了我。如果大人全力为朝廷造出更多的武器，才是忠心之举，否则上面还以为大人不配合朝廷的防务，更容易招人忌惮。我这大炮乃是精炼之铁所造，所需费用极其巨大，另外工匠们的薪水也不少啊。
陈大人，朝廷既然决心造炮，当然要最好的材料，叫人们提高薪水才会尽心尽力。以我看，至少要5000两才能造好一门大炮。哈哈，也是，那就6000两吧。至于多出那1000两，二位大人监造大炮也十分辛劳，人吃马喂的，还有很多下人帮忙。陈大人的确很有才干，我等即刻将此事奏报上峰，给陈大人请功。另外，既然陈大人能造如此好的大炮，多造一些火铳也应该不成问题吧？其实一门大炮成本只需2000两，他仓库里有的是东西，什么都不缺。这个朝代又没有银庄，如果上面的老爷们从这桩军火生意上得不到利益，他小命也保不住。所谓天高皇帝远，夫君在这贫瘠的边地定边干得再好，上头一句话也是没了功劳。上面的人收了夫君的银子，便会替夫君说话，他们的一句话可是能决定夫君未来的官途和命运的呀。在定边，光靠着穷困小县争得的那点税银，干不来什么大事。要实现自己的小目标，必定要先投入。夫君，你这个贪吃的坏蛋，今夜已经是第3次了呢。多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少和那些披着人皮、实则禽兽的贪官污吏打交道，这才是人生正道。县堂之上有2位匈奴使者来访。吴二兔、查理曼典，你们来找本县有何事啊？我们奉魂邪王部族单于胡叶之命，前来拜会陈知县。现在大梁和匈奴2国已经休战通好，希望陈知县把先王王妃看是和苏迪亚还给匈奴，让他们能够回家乡去。哦，2国休战，我就得把战俘还给你们吗？那大梁被掠去的10几万民众，你们是不是也要交还给我大梁啊？这是匈奴王后给陈大人的信，王后还可以送给陈大人一些礼物，现在就在外面等陈大人接收。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我已经感受到了你们王后的诚意。谢彪，让人把礼物抬到后院去，使臣先安排在驿馆住下，剩下的事情等我有空了再和他们慢慢商议安排细节。老爷，除了毛皮和金银，使者说这4个舞姬也是匈奴王后送的礼物。咦，糖衣炮弹吗？月娥，这是看是送来的女奴，哈哈，没想到她居然想用女色收买我，却不知道我身边已经有了绝代佳人，她们和你比起来，就像月亮的光辉掩盖了星星的闪烁啊！陈谦急忙解释道，表示自己开始并不知道此事。谢彪，把他们带去厨房干些粗活，等我有时间把他们几个赏给立功的将士。夫君何必如此？既然他们是舞姬，就留下来吧，闲时唱唱歌，跳跳舞，给你解解闷儿。让看氏和苏迪亚来，我要和他们说话。陈谦把匈奴使者的来意跟董月娥说了个大概，然后让人把2个匈奴王妃找来。看是要赎你们回去呢，我想问问你们的意见。不，我们不想回去。不想回去就不回去，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大单于说，如果陈大人肯卖给我们这种火枪和火炮，无论价格多少，我们都愿意交换。也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条件你们得接受才行。愿听陈大人的条件。大梁不会卖给你们生铁，更何况是这么厉害的军器，所以要买我的军器，必须要到你们的地方制造才行。我们的矿炼出来的铁还不归我们，那岂不是我们吃亏了？那矿给你们也是一座寸草不生的荒山，能够卖了荒山获得大炮，你觉得亏了吗？就算你们同意，我还得在朝廷上运作，能不能成还不一定呢。和匈奴人合作开发铁矿，获取源源不断的财源，然后再拿下整个河西走廊，这个想法在大梁实在是太大胆了，所以他先给宋熙写信。这陈县令想干嘛？安置流民，大搞福利好是好，但这么搞，让监国大人对本官怎么想？朝廷为了打仗，已经把家里败坏的精光了。定边县搞这些名堂，实属劳民伤财，好大喜功。本官估算过，他至少需要花10万两银子。巧儿，哥让你帮忙办点事。哥，你说。上次你在武威卫所开的小卖部搞得不错，这次能不能再开一家？当然好啊。这次我要你开一家大超市，而且只收纸币。凡是上超市买东西，必须要到柜台用银子或铜钱换成纸钱，而且陈前承诺，这些纸币在定边县和银子一样是硬通货。哥，既然你还要兑给人家银子，和直接收银子有什么区别呀？巧儿，你想，如果大家都知道我的钱比银子还好用，是不是会把手头的银子都拿出来换我的钱了？而且我还可以承诺，只要把银子存在咱们这里，还可以给利息，那么外地的人也会争着要换我们的纸币，这样咱们就有了银行，以后再用钱就不会求人，自有人给咱们送，还得谢谢咱们呢。哥，我虽然不大懂，但我知道，我只要按你说的做，就错不了。那就去做吧，你可以找几个信得过的当超市店员，但钱一定是你管着，千万不要让外人插手。宋老师，众朝臣提议建宫殿之事，你怎么看？如若不修宫殿，拿下西域，大梁也许可以续命100年，实现强国之梦。监国，这是定边县令陈前给我写的建议书。没想到一个小小县令，居然有这么大的格局。我听说陈前最近在定边县搞得很是热闹啊，那边的情况如何啊？这老臣虽然关注西北，可是大梁四面都很重要啊。依老臣看，若想知道陈前在定边的实际情况，最好派一人巡查一下，拿到第一手资料为好。依你看，派谁去为好？老臣举荐一人，今年的新科进士，户部的王斌。那就让他去吧。这个王斌办事也算严谨，这件事办得好了，
我升他的官。谢彪的好兄弟来看他，便让管厨房的朱玉环给准备几个好菜，谁知朱玉环却根本没给谢彪面子。一个奴才也想像主子一般对我吆五喝六，要吃要喝，难道这菜饭是凭空变出来的？好个贼婆娘，让你做些饭菜怎么了？当初若不是陈大人救你，你早就被卖到春馆里，被千人骑万人踏了，又怎会跟陈大人来这里享福？你主子干的事儿也算在你身上，你一个破落户的小子，当初如不是我弟弟收容你，早就成了饿殍，还轮到你在这里冲我耍威风？谢彪一听，当即火冒三丈，冲过去照着朱氏的头就狠狠一拳头。哥，你怎么能这么干？他毕竟是陈老爷家的奴仆，他不愿做，我们去外面吃不也一样？这一闹，惊动了院子里住的陈忠，听到后第一个赶出来。两位爷，这事可不能让老爷知道，他老人家在外日理万机，哪里容得下家里鸡飞狗跳，到时候两下矮板子谁都不讨好。谢彪此时也反应过来，知道自己惹了祸，也不在家吃了，拉起弟弟就走。你是不是嫌陈老爷不够关注你？那谢彪是他的伴随，若不是差在身份，都穿一条裤子，比你值钱太多。万一老爷生气将你赶出去，你还能落下什么好处？贱人若是因此误了大事，看我不剥了你的皮！虽然陈忠名义上是周可欣的表弟，但朱玉环却知道陈忠真实身份。哥，那个陈忠看着怎么那么脸熟？你认得他吗？我只听说是周可欣的表弟。想起来了，我在左军大营里见过他，当时他跟着监军大人身边，似乎是个护卫的身份。什么？我这就找老爷去。哥，你冷静点，此事只可悄悄跟老爷说一下，毕竟我也不一定看得准。感谢关注，下期再见。开当铺的他稀奇古怪的东西倒是见过不少，直至3个月前的32号那一天，还记得是星期8，店里来了一个着装奇异的少年。当他从怀里掏出玻璃杯那一刻，就知道这人不简单。古代人哪里见过这等晶莹剔透的器物？尽管在这人身上赚到了不少银钱，可是古代讲究士农工商，出仕做官始终是古人追求的第一目标。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再加上自家孩子的努力，终于在京城做了大官，衣锦还乡。爹，你这张灯结彩的，何必这样招摇呢？呵呵，昔日那些世家大户都觉得你爹是个开当铺的，从没把我王家放在眼里。现在你终于光宗耀祖了，爹怎能不好好扬眉吐气一回？他此次回家，正是接上级密令前来调查昔日那位着装奇异当玻璃杯的少年。爹，那个陈乾在定边县如何？说起来，那陈乾倒也算是福远的人物，不过比起我的边来，还要差上一筹。爹，不瞒你说，这次我回家省亲，主要也是想要了解下陈乾在定边和咱福远一带的作为。哦，边儿，那陈乾怎么了？没怎么，就是想了解下他的近况而已。哦，那就好。你现在已经到了婚嫁之年，我正想借着这次你回来的机会，向陈家求婚，让陈乾把他妹妹陈巧嫁给你。看着陈家逐渐强大，他早就想入股陈家的产业，可惜没有机会。陈家在定边开了大超市，还办了银庄。你看，这是我刚在他家买的不锈钢盆，质量可好了，光光的咋都摔不坏。超市、银庄。王斌一时间被这些新奇的名词弄得呆住了。娶陈巧为妻，王斌是万万不会同意的。他知道陈乾此时正处于风口浪尖之上，随时有可能覆灭，和陈家结亲岂不是往枪口上撞？隔天，王斌就扮作商人去了陈家庄子。老板，买煤吗？先登个记，完了课税煤你才能拉走。啊，我找人，不买煤。呵，找人谁答应的也不好使，要想拉煤，必须交税。王斌本想看陈乾有没有偷税的嫌疑，这样一看，煤矿很守规矩，根本找不到毛病，又往里走了一段。喂，干什么？冯大人今天不办公，协常乃生产火器之重地，除了有兵部衙门的帖子或者陈老爷的手令，谁也进不去。不知道冯大人先前任何职务？王斌还想走走关系，探探内幕，毕竟自己还有钦差大人的秘密身份，相信冯监造使也要给几分面子。冯斌冯大人都不认识吗？他是陈家老爷的属下，之前专门替陈老爷管铁厂和煤矿的，现在可是正六品的大官了。这恭喜恭喜！王斌一听，铁厂也不去了。陈乾家里一个管事的奴仆，现在都当了6品官，这人还怎么查？此事的他也非常想会会这个老朋友。老爷，陈忠若是上头派来监视老爷的还好，就怕是有仇家混进来暗害老爷。怕什么？一会儿回去我就将那厮揪出来好好问问，如有不轨之心，我先把他砍个7、8段。哥，以后多留一些，凡是老爷的行动、吃食、睡眠等处，你都要跟随在左右。那倒不必，我不怕这些魑魅魍魉。要查出陈忠的真实身份其实很容易，他只要在府衙内安装上监控，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整个院子里的人事动向掌握得清清楚楚。不过他现在还不想打草惊蛇。这边王斌在陈家山庄没找到什么毛病，决心去定边拜访一下陈乾。刚进了定边县界，远远就见到一座突兀的10几米高的碉楼矗立在田野上。虽然是冬季，但田里依然有很多人在挥锄抡镐在干活。众位乡亲，你们这是？奉县里陈老爷的令，趁着冬季农闲的时候修水渠。陈乾到定边之后，分了上万亩田地，而且分发种子，让县里农民把地种上春小麦，但小麦不抗旱，因此他又命令村屯里的亭长保甲们带着村民修水渠，等开化的时候，把雪水和河水引到地里灌溉。修水渠给工钱吗？给什么工钱？没听说过。兴修水利这等劳役这么繁重，难道县里连一点工钱都不给吗？那栋土楼也是陈县令让你们盖的吗？对呀。县里也没拨钱吗？
我们自己修的碉楼，县里给什么钱？此时王斌心想，陈前盘剥百姓也是不是太狠了，终于逮到证据，赶紧叫人拿小本子记了下来。你们是干嘛的？我等只是路过的。路过？可有录影或证明？这没有。滚滚滚！没有录影不能进我们县里。我们是。王斌的随员想要发火亮出自己的身份，但却被王斌制止住。看你们的穿戴是去县城里购物的商人吧？正是。那便可以过，凡是进了我们定边县，没有一个人说不好，进了就不愿回去呢。啊，我们也是慕名而来。下次记得没有录影或官家证明，就找我们亭长开路条。见王斌几人还算老实，就放他们过去了。又往前走了几里路，只见又一座碉楼拦在路边。这小小的定边县，居然建了这么些土木工程。我乃亭长赵大勇，来者何人？进定边县有何贵干？我们是去定边县观光游览的客人，可有录影？听说只要去定边买东西，就不需录影和官文。哼哼，看你们几人贼头鼠脑，莫非是奸细不成？没有录影，给我拿下仔细盘问。大胆！这是我们户部的王大人，小亭长也敢无礼？既然是户部的大人，岂不早说？不瞒王大人，凡入我定边县境，我县人人有权盘查监审，就是为了防止匈奴奸细和盗贼犯境，威胁来此游览和买卖的良人。本该如此，这样甚好。赵亭长，我走的口渴了，可否借宝地喝一杯水？当然，我们定边有好客之风，别说一杯水，就是在这里住2日也可以。王大人请。这修水渠和土楼的费用是如何计算给工匠的呢？地是俺们自己的，土楼也是为了防御匈奴的，用来自住。陈大人发了良种和耕牛，答应3年不收税，打下粮食除了自用，其他卖给官府，收入全归自己。天下哪里有这么爱民的官，这么合理的事儿？如果给自己修水渠和土楼，再向陈大人要钱，哪有这样的理？哦，原来如此。那这陈县令用什么上缴国税？陈大人自有办法。想当初他一个人赊州救了几万流民，难道还会骗我们？你们没有县里的录影，如此一路盘查，恐怕2日也到不了县里。不如我送你们一程。如此甚好，有劳赵亭长。大人，那边这么大的烟尘，是不是城里着了火？着个鸡毛的火，那是咱们县里专厂大烟囱冒的烟。感谢关注，下期再见。他把幼儿园开到了古代，虽然他是县太爷，却从来没有办过案。在这个地方，女人不用带孩子做家务，只要在工厂出工，还有集体食堂，一系列的新鲜产物让暗访的钦差大人震惊不已。这陈县令每天都这样紧闭大门吗？难道不办公吗？啊，对呀，每天都差不多。那县里百姓告状怎么办？告个毛状！陈大人把咱老百姓的生计都安排妥妥的，大伙儿每天都挺忙的，谁没事找他断案？敲门，看看陈大人在里面都干什么呢？我是陈县令的家仆，请问你们几位有何贵干？你家大人可在府内？陈大人一早就去学校教课了，不知这位大人如何称呼？王斌从陈忠身上才找到了一些体面和尊严，当即报了名号，说了来意。既是来拜访陈大人的，几位先请里面坐，我这就去请他回来。你们大人是不是还有别人啊？那倒没有，老爷和夫人就住在这里，连带着仆人和收养的孩子，大大小小10多口子呢。我倒是今天怎么彩霞满天，原来是贵客临门了。王兄别来无恙否？陈大人叨扰了，我也是回家省亲，想起和陈大人同在宋阁老门下的时光，特意前来拜访。哈哈，时光如梭，岁月无情啊！一晃我也分别数月了。既然不是公干，那就好说。我这里比较简陋，不适合招待贵客，王兄可不要嫌弃啊。这话从何说起？王某又岂敢嫌弃陈大人？陈忠，王大人远道而来，一定还没有吃饭，你去弄2个小菜，我陪王大人先喝2杯。是，老爷。对了，把昨天我吃剩下的蒸饺也热上，现在县里粮食紧张，千万不要浪费了。是，老爷。陈大人千万不要忙，我在外面刚吃过，和陈大人说会儿话，这就要出去走走瞧瞧。俩人正尬聊时，县衙外猛地鼓响。谁敲鼓？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我有贵客的时候来，真是扫兴，让他们在街上等着。有人告状吗？陈大人，既然有人击鼓，咱们可要升堂办事的。王兄，既然如此，那就请稍等片刻，我去就回来。陈大人如果不嫌弃的话，本官也想旁听一下，见识一下陈大人的风采。陈乾心想，这王斌还蹬鼻子上脸了。素闻县里百姓说陈大人断案如神，本官也想学习一下。哦，那就请吧。县堂之上，匈奴浑邪王部使者又来拜见陈乾。哦，原来是匈奴使者。王斌急忙坐正身体，拿出一副巍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但腿还是不由自主的打颤。就是朝廷大员见到杀人不眨眼的匈奴人，也是谈虎色变。哟，这不是乌尔兔和查理曼点吗？都老朋友了，还击什么鼓？直接进来就是了，真是没篮子找茄子提溜着。王斌心想，这陈乾官架子也太大了，训斥匈奴使者居然像训斥儿孙一样，这心得有多大，就连大梁皇帝恐怕也不敢。万一匈奴使者生气，拜访陈大人必须要正式一些，这样才显得对陈大人的尊敬。陈大人，这匈奴使者来定边，一定有重要使命啊！说吧，你们这次来找本官有什么事？上好牛皮100张，奶酪500斤，牛肉干500斤，黄鹿皮50张，黄羊30只。说吧，这些货品你们要换多少银两？陈大人，这是匈奴浑邪王部单于送给您的礼物啊。
这时王斌一脸懵，匈奴人只抢大梁的东西，从来是有来无往，没想到这些生猛的家伙见到陈前，居然送了这么多东西，似乎还很谦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若不请客，不是君子乎？吾尔兔、查理曼典，既然你们费劲巴拉来了，就好好待几日，享受一下我大梁的风光。沃尔兔和查理曼典也高兴地点头大笑，而当他们的眼睛扫过王斌时，却闪烁着一缕凶光，吓得王斌后背一凉。谢彪，去告诉人间天上大酒楼的掌柜，就说我今日有贵客，让他安排一下。好嘞，来吧，我张罗一口，跟我一起念：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干了。好酒，好酒，南波湾。吃菜，吃菜，这红焖大虾好吃，这可是海里来的东西啊！话说大梁边军哪个不是对匈奴怀有深仇大恨？只是在战场上真打不过那些匈奴骑兵啊！这天下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谁能给我们带来利益，我们就和谁合作。3杯酒下肚，没怎么吃菜的罗怀远此时再也忍耐不住，从座中站起。陈大人，此酒喝得无趣，不如让我舞剑给大人助兴。说着就开始拔刀。沃尔兔和查理曼典还以为要干架，当时也纷纷站起，就要拔刀。喂，干什么呢？你们能不能有点素质？这是饭局酒场，又不是战场，舞刀弄剑的好吗？既然如此，本将告辞。罗将军，快坐下吧，莫扫了陈大人的兴致。什么叫软实力？咱大梁是靠体力赢天下吗？是靠文化，靠没文化可真极法可怕。他的目的是为了让匈奴人见识并习惯享受定边的奢靡，从而嫌弃草原的粗鄙。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征服这群套马的汉子。我来敬陈大人一杯，感谢陈大人的盛情款待。我等回去，定将陈大人的政绩好好向上方表述一番。呵呵，不需美言，我陈前喜欢低调。陈前见时机差不多了，又一摆手，苏迪亚带着几个匈奴武姬上场了。本大人不胜酒力，你们在此好好玩耍吧。夫君，匈奴人大张旗鼓送这些礼物过来，恐怕不怀好意，万一让有些敌对你的人知道，还以为你和匈奴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不妨事，我自有主张。沃尔兔和查理曼典这次来没有谈合作开发铁矿的事情，他也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好。第二天，在一间包房内，陈前接见了沃尔兔和查理曼典2位使者。你们在这里玩得如何啊？好，那还用说？好，也不能随便玩，你们得办事儿。当即问起他们单于对租地开发铁矿的想法，沃尔兔和查理曼典开始支支吾吾地说起理由。那就是说，你们单于不想要大炮了，那还谈个屌？你们回去吧，我还要和别人谈事情。炮当然想要，但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如果买实物不行，那就买技术，买工匠。只要陈老爷你开个价。你们单于是不是还差一句，如果买不到就抢？这我们不敢。既然如此，我也不强求。你们不是想贸易吗？除了军火，我这里的东西你们随意挑，咱们明码实价，按我们大梁的规定，好好做买卖就行了。我们单于说了，匈奴和大梁通商对两国都是利好的事情。不过胡叶单于说他只相信您，只愿意和您做买卖。若是您在定边开个边贸集市，那就太好了。这个我可做不了主，还得你们跟大梁管贸易的官申请。至于我这里也努力一下。陈前脑子里盘算一下，觉得这笔买卖不亏。定边县如果开贸易口岸，变成1线大城市的机会就大了。虽然人间天上的床很软，茶很烫，女生们一个比一个娇柔妩媚，但王斌一夜都没睡着。王兄，吃了饭，我再陪你去城里各处看看。哎，一个边塞荒凉之地，实在也没什么拿得出手。啊，不了，今日我便要回去的。王兄可是朝廷大员，消息灵通。我窝在这定边边塞之地，也不知道朝廷那边对边贸有什么规定。哎，说起来也可笑，这些匈奴人实在是贱皮子，我打他们那么狠，他们却非要和我做买卖，还异想天开，想把边贸集市开在我定边这里来。哦，原来是这样，我回去倒可以和上官反映一下。如此，那我就多谢谢王兄了，这是定边县的土特产，可以带回去给上官们瞧一瞧。大人，陈前和匈奴人勾勾搭搭，来往密切，这还了得？如果陈前通的匈奴和匈奴人里应外合，要拿下威远，可是分分钟的事情。他虽然管不了陈前，但对当地驻军可是有调动权的。邢亮的司居然和陈前穿一条裤子，本官这就把他调回来，由你接替他的职务，任定边县尉，将陈前的神机营也控制到手。感谢关注，下期再见。他刚当上县长，就想发展对外贸易，不料却被自己人公报私仇，以涉嫌私通外敌之罪撤了他的兵。陈大人，这是长史赵大人委任本将为县尉的公文。什么意思？往我身边安个间谍？陈前已经答应以后提拔邢亮当定边县的县尉，邢亮为此也对陈前忠心耿耿。妈的，你赵明亮既然不给我面子，军队的事情你说了算，但地方上我是主官，你看我怎么整治罗怀远就完了。罗县尉，这事儿我知道了。陈大人，我来并不是征求你的意见，而是通知你，我手下的屯兵要换防，接管定边的防务，请陈大人调拨驻地屋舍以及本县尉办公的府邸。调拨驻地营房和县尉府，呵呵，我倒忘了，罗县尉你也看到了，本县本来地面狭小，已经规划的厂房和设置都摆布不开啊。这么的吧，我在县外给你拨几亩地，你带着你的屯兵自己盖几所营房吧。陈大人，本将现在乃是守卫县城的县尉，怎么有住在城外的道理？
大梁律例里哪一条规定驻军必须驻扎在城里？你不是来防护定边县城的吗？你缩在城里怎么防？让我治下的民保护你吗？陈大人，别以为我看不见，军侯邢亮的驻地可就在城内呢。邢亮他是协防，是本县的客人，本县当然要高看一眼。而且他手下300军士也没在城头把风，而是帮助县里建筑房屋，你和他怎么比？哼，陈前，本将可是奉了赵长史的军令。得，你要是不愿意，就让赵明亮来找我。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就是赵明亮本人来了，我也是这样安排，你愿意哪儿告哪儿告去。陈县令，既然如此，那些内神机营的火炮和火枪兵也要随我一同去城外。我说罗怀远，神机营是你们屯兵序列吗？那是老子招募的民兵，是我定边县养的保安队。你赵明亮给我拿过1两银子的粮饷没有？哼，私自募兵可是要反。你们的吓唬老子呢！想当年匈奴3000铁骑，老子也打他个落花流水。匈奴人在定边屠城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那300神机营就地转业了，变成我定边各厂的保安了，还是老子给发工资，和你们屯兵1毛钱关系也没有。募军遣散可以，但火炮和火枪乃军器，定边县没有权利私用，必须交我屯兵管理使用。你真是傻狗不知臭，还惦记我那几门大炮和100条火枪呢！告诉你吧，大炮和火枪是我在监造衙门那里借的，你要想要去监造衙门那里找冯斌去，或者你去兵部申请也行，只要兵部把这批枪炮拨给你，我绝不私藏。陈前，你陈大人，邢亮这一别，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追随大人。邢亮听说要换防，一时悲从心起，说话间眼圈都红了。不过亮本是屯军将领，将令所指，不敢违犯，我这就带手下兄弟告辞啊。说什么呢？是我对不起你，既然要走，也要喝了壮行酒才行。赵明亮一听陈前居然把罗怀远赶到城外驻扎，也是气得暴跳。陈前，你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了。当即，赵明亮命令手下将那些匈奴客商半路拦下，全押回威远郡，等陈前去求他放人，然后好好奚落他一番，替手下出气。夫君，最近是不是太过劳累了？没有，只是偶然的失落而已。要不休息2天，出去走走，换个心情。哎，走不开啊！夫君，我见那陈忠道聪明伶俐，何不让他帮你分担一些呢？啊！陈前警惕地盯着董月娥，看我干嘛？我只是怕你累了，想让他帮你处理一些不紧要的书信和拜帖。也好。现在外面的大事也处理得差不多，是该整治一下内务了。陈东摆明了就是别人安插在他身边的奸细，董月娥可能还不知道，但陈前并不打算简单处理。陈忠，你跟我也有几个月了，我也看出你的忠心和能力。从今日起，你就搬到前院去，替我写书信，接待一下客人。陈忠一听，陈前这是要提拔他当个秘书，这个机会可是他一直寻觅等待的，当即装出感激涕零的样子。老爷，威远郡来了消息，上次来咱家的匈奴商队被扣了。什么情况？报信的人呢？来人只说那匈奴商人夹带了违禁的货物，如能说清货物的来源，方能放行。这是针对我了，陈忠，跟我去威远郡办点事。到了威远郡已经是下午时分，守城门的官兵拦住陈前等人的去路。入城人员一律搜身检查，凡是军器一并不许带入城内。这是我们定边县陈县令，我们不管是哪里来的县令，凡是进威远郡城，就得听我们赵将军和宋郡守的。你妹儿的，赵明亮和宋郡守是不想好了。奶奶的，你们实在欺人太甚！把家伙都收起来，我倒要看看赵长史和宋郡守能把我怎么样。哼，小心点，弄坏了你们赔不起。陈大人，这回可以请进城了。老爷，我们去哪？先去找宋郡守要人吧。谁知他们找到威远郡衙门时，衙门大门紧闭，谢彪敲了半天，一个衙役探出半个头来。干什么的？我们老爷不在，有时明天再来。也给我吃闭门羹，来下马威。大人，这样找恐怕不行，不如让小的先去找人探探里面的口风。也好，我们先找个地方安歇。住进店里后，谢彪依然愤愤不平。他们自从跟陈前以来，还是第一次吃这样的亏。马德，这赵明亮摆明了要公报私仇啊！不一会儿，陈忠回来了。老爷，我倒寻到了郡城大人的住处。哦，郡城怎么说？郡城乃是仅次于郡守的官，按例郡守不在，郡城可当家做主。曹郡城说，他听说过匈奴商队的事情，但这件事并非郡守主办的。宋郡守最近生病，一直在府中养病。呵呵，干了这等龌龊的事情，又不敢出面担当，知道我会来找，却装龟孙子在家猫着。曹大人还说，这案子本来是小事，如果让他办理的话，简单的查一下，补上税款也就结了，没什么大不了。毕竟两国关系为重，那匈奴人也不是好惹的。税款他要多少？3000两。3000两，他倒真敢狮子大开口。而且他们好像吃透了陈前的心理，知道他为了保住名誉，会不惜代价救那几个匈奴人。你给他说，税银我给了，让他把匈奴商人放了吧，毕竟是来我定边做买卖的。不过陈前只拿了500两银子，而且还是他发行的银票。诺。老爷，我也去。不用。老爷，你为什么要派陈忠？这司去做这么重要的事？呵呵，我要你去，你能办了这事吗？这我不会。狗能看家，鸡能报时，什么人都有用处。又过了一阵，陈忠跑了回来。大人，
那曹大人并没有收这些银票，还说这件事情关系到和匈奴部族的关系，还要等宋郡守回来才能办。贪得无厌，这事嫌少了，大家都好好歇息吧。这时店小二过来说，外面有人想见陈前大人，自称是陈前的故人好友。咦，我在维远无亲无故，谁会在这个时候来看我？片刻后，一个高个汉子穿着便衣进来了。陈大人，末将才听说陈大人来威远，未能远迎，请陈大人恕罪。感谢关注，下期再见。明明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却被告知有好朋友也在这里。咦，我在维远无亲无故，谁会在这个时候来看我？片刻后，陈前见来人竟是自己以前的部下邢亮，惊喜地迎过去，关切问道：“那赵明亮可曾难为你？你现在这里任何职务？”我被调到监狱任狱曹，负责看管郡里的犯人，不再负责城中的房屋了。也好，也好。亮始终记得大人的恩情，不敢相忘。此次大人来威远，亮准备了一些薄酒小菜以表敬意，还请大人赏光。你这酒我得喝，不过这酒得去你的家中去喝。陈前见邢亮在这个时候不怕得罪赵明亮，还惦记着请自己喝酒，大为感动。他怕在街市上请自己喝酒太过招摇，赵明亮在打击他。二来他也有密事要和邢亮谈，怕隔墙有耳。我那里实在简陋，不敢接待陈大人。无妨，如果不去你家里，就是不当我是朋友，这酒我就不喝了。邢亮无奈，只好请陈前去他的住处。你在这里没有家人照料吗？邢亮的家人都在家乡务农，他的饷银倒是大多数都寄回家中去养娘亲和孩子了。不知陈大人此次来所为何事？呵呵，说来可笑，我竟然被赵明亮和宋郡守摆了一道。陈前见邢亮这个条件，还能请自己喝酒，也当他是朋友，把来威远的前因后果和被赵明亮等人轻慢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大人，您打算怎么办？这匈奴使者被扣之事，还是尽快处理为好，否则那匈奴浑邪王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发难，到时朝廷怪罪下来。呵呵，也许吧。他现在倒有些发愁，如何才能把这个消息送到浑邪王那边去？他也要趁这次机会让他们知道，在大梁只有他陈前才靠得住。对了，乌尔兔和查理曼典他们被关在哪儿？你知道吗？那些匈奴人并没有关在监狱里，不过我可以为大人打听一下。如此甚好。很快，邢亮带回消息来，乌尔兔和查理曼典等人被关在郡里医馆内，由赵明亮手下10几个屯兵看守着。邢亮，想办法把乌尔兔和查理曼典随行的几个人中给我弄死1、2个啊！他们中不死人，事情就闹不大，事情闹不大，赵明亮和宋郡守就不会感到害怕。原来如此。傍晚时分，陈前正准备出去逛逛，出门就见昨日那拦住他们进城的军将带人堵在门前。我家赵大人说了，若陈大人想见他，可随我去。我得说，你家赵大人挺自信啊，他就那么肯定我要见他，要想和我谈，就去定边找我，我随时等着他。那军将也是一愣，怎么这陈前不按套路出牌？长史大人在他那里都一点面子没有。把我们的家伙还来，少一杆枪，要你的命来偿！谢彪冷喝一声，领人夺过昨日缴去的枪支，跟着一骑绝尘的陈前回定边去了。大人，大事不好了，关在驿站里的匈奴人死了2个，快带我去看看。扣押匈奴商人，征收税收是彰显大梁国威气节，但要是死了匈奴人，那就是外交事件了，处理不好，很可能惹祸上身。大人，2个匈奴人并没有打斗和中毒的迹象，依小人来看，很可能是一种瘟疫所致。瘟疫？这2个匈奴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其中领兵的头领见出了大事，不敢再隐瞒，急忙将邢亮领人来看看乌尔兔等人的事情招了。把邢亮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叫过来，这事是不是陈前干的？赵大人，如果你对小人逼迫用刑，恐怕这件事不但不会解决，反倒会越搞越糟。带我去找陈前，若是他能解决这件事，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否则我定会军法从事。大人，如今还是好好安抚那些匈奴人，哪怕多赔些银子，只要他们肯走遍都不算事儿。我就不信那个陈前能掀起多大的风浪。我们来的时候，陈前就答应我们，以后大梁和浑邪王部的贸易就定在这里。你们说不行不好使，所以我们要找陈前，陈前才是匈奴浑邪王部的好朋友。既是陈县令答应的，那你们就找陈县令去说，反正你们快点离开我这郡城就行。既然你们把我们扣在这里，现在又出了人命，想轻易打发我们走不可能了，你们必须赔款，给我们那2个不明不白死去的同伴一个说法。如今之计，只有请陈前出面，将这几个祸害送出大梁了。可是，一纸公文宣召陈前过来，指定不会被买账，得亲自去请才行。贾纯风来定边后，一直藏在道观内闭关清修，除了陈前等几个人，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和存在。贾先生，你怎么知道我要来找你？贫道夜观天象，知道今日必有大事发生，所以早早前来等候。贾先生乃真人也，我正好有要事找贾先生商议。陈大人请。赵明亮到了县衙门口，只见衙门大门紧闭，敲门许久后，也只有陈忠一个人出来。陈大人每天日理万机，都在现场办公，基本不在衙门里坐班。我有重要事情要找他商议，速速将陈县令找来见我。小的知道了，不过小人丑话说在前面，陈大人一出去就神秘不知踪影，如果今天找不到，就得等他晚上回来，如果大人晚上不回来，那还得等明日小的再去寻。快点去吧，哪里那么多废话。按例他可以去罗怀远的军府衙门里一边喝茶一边等陈前去见他，可这县衙大门也关得死死的，想去衙门里歇息一下都不可能。
哼，定边县区蜗牛之地，岂有这么久还有找不到人的道理？明明是那陈前故意躲着不见长史大人，待我领人寻他出来。待抓住那个陈前，定要好好羞辱一番。可是不久后，他派出去的亲兵护卫被马涛带领的安保大队给押回来了，连军械都给缴了。何人如此大胆？赵大人，小人乃本县都头马涛，不知这些人是大人的手下，还以为是外地来的马贼伪装的，多有得罪。罢了，你们这里规矩多，我不怪你，你总该知道陈大人在哪里吧？回大人，小的职责就是维护城内治安，并不知陈大人的行踪去处，不知道还不快去找？赵大人可是有紧急军务的。罗监卫，你这样说话可就错了，你我各有所思，我管治安，你管防务，找不找是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赵大人，看起来这陈前是不打算出面了，不如回我军营去歇歇，我在这城里领人找他。不，我就在这城里等，看那厮能藏到什么时候。罗怀远见赵明亮等人又急又饿，天又快黑了，只记得陈前带他去过一酒楼还不错，于是带赵明亮去了人间天上酒楼。赵明亮抬眼一看，这座酒店的确高大气派，心里也非常满意。请问贵客一共几位啊？这些都是，还有外面的。不瞒老爷说，我们这里是有最低消费的，一个客人最低5两银子，你们总有40-50人，所以我得提前知语一声。啊！罗怀远一听，眼睛顿时瞪大。他一个副将，平时年俸也就110多两银子，如果请这些人吃饭，岂不是一顿饭要吃出去2-3年的俸禄？你们开的黑店！军爷，你可能第一次来定边，本店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的，否则也不会问你们多少人怎么消费。若爷嫌贵，旁边还有普通的酒店。罗怀远既然张口请长史吃饭，怎能在这个时候挑挑拣拣，一时脸涨得通红。怀远，就我们几人吧。也好。他不知道，人间天上的幕后老板是陈前，厨房内用的料很多都是他从仓库里提出来的，就算普通菜蔬，经科技狠活与香料一调理，也变成了绝世佳肴了。大人，我们去2楼吧。赵明亮觉得新奇，拿起那张塑封的菜单看了一眼，只见上面不仅印了菜色图片，后面还有价格。什么是元？回大老爷，这元乃是咱们定边发行的银票，10元为1两银子。哦，让你们后厨把拿手的端上10盘8盘的，再上2坛好酒。他不识字，另外也想在赵明亮面前装大方，所以菜单也不看。好嘞，您稍等。酒足饭饱之后，罗怀远便喊侍女来结账。老爷，您一共在本店消费了1284元，和白银128两，那4钱银子，老板说抹了不要了。啊，几个人在这里吃一顿饭，怎么就花了100多两银子？这是您点的菜，菜单上标的清清楚楚，实在不曾多收一文。我看你这饭店是不想开了，把你们老板叫来。感谢关注，下期再见。他把星级酒店开到了古代，用现代调味品做出的美味佳肴，让他们爱不释手，已经完全放飞了自我。老爷，您一共在本店消费了1284元，合计白银128两。几个人在这里吃一顿饭，怎么就花了100多两银子？这是您点的菜，菜单上标的清清楚楚，实在不曾多收一文。你们这里不实在，不是说好5两银子一人吗？老爷，5两银子是1楼的最低消费，若点的多了30-50两都挡不住。况且这里是2楼包间，您不赏我也罢了，饭钱总要经的。放肆！老子是这县里的都尉，这位大人是郡里的长史，难道还能赖你饭钱不成？这位军爷，别说是长史县尉，就是京里来的大老爷，到我们这里也一样得花饭钱。他妈的一个臭跑堂的也敢跟老爷这样说话，把你们老板叫来。谁在这里闹事？这几位军爷说是郡里的，不仅不给饭钱，还打人。吃饭给钱，天经地义。今日你们若不拿饭钱，并给我们服务员道歉，谁都别想走。居然敢威胁朝廷命官，你们想造反吗？谁知那些壮汉个个身手了得，赵明亮等人又刚喝了酒，几下就被制服了。你等别急，不就是几两银子的事吗？我身边没带那么多现银，这就让人去取便罢了。哼，既然这样说，当然可以。赵明亮对手下一使眼色，示意他快去喊人。旁边店里还有40-50护卫呢，今天受了这么大的侮辱，若不把这家店砸了，又怎么能出了这口恶气？果然片刻之后，只听楼下一阵喧闹，接着便是杯碗桌椅乱飞的动静。这下你们还要不要酒钱了？哼，你惹大祸了。话音刚落，便有军汉冲了过来，对他一顿乱砍乱踢。休要伤了人命，好好教训一下就是。接着，马涛领着100来个捕快亮着刀枪，将人间天上大酒楼围住。马涛，你想干什么？长史大人，我接到报案，有人在此白吃白喝，还打砸酒楼，伤了店里的伙计和侍女，此等恶劣事件已经严重扰乱了本县的营商秩序，所以才带人过来抓捕人犯。没想到是诸位大人们。马涛，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纵兵威胁长史大人！这家店是黑店，长史大人看不过去，才稍事教训一番。是不是黑店，你不清楚吗？赵长史，请不要难为小人，还请赵长史等跟我回去。至于事实黑白，陈大人自然会断得清楚。也罢，就让你们陈大人断一断此案吧。赵明亮见马涛丝毫不讲情面，他又知道是自己理亏，若是强闯，那就是2败俱伤。此事要是闹大了，恐怕自己丢的人更大。他也正想找陈前，今天干得不错，拿去赏手下弟兄们。陈前满意的看着自己亲手提拔的都头，随手拿出几张银票递给马涛。哎呀，赵大人，本官刚听到消息，说一伙外来的兵痞在本县伤人闹事，没想到原来是赵大人的人，误会。哼，呵呵，待原告。好你个陈前！他原本以为陈前至少要一坐过来给自己赔不是道歉，现在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这还是把自己当犯人了。
陈大人，请陈大人为小民做主。若此案不能公正审理，恐怕这一县百姓都无法安居乐业了。你可知你告的人是谁？小民知道，正是这位军爷大人为首。好，既然你知道此人身份，那你还来告状，恐怕是知道本官向来认法不认人的了。你先把冤情说出来，若有半点虚构和隐瞒，我先打你300板子，再把你发配到3000里外去。接着，人间天上的老板将事情原委讲个清楚，又提供了赵明亮等人吃饭的账单和被打的几个伙计的诊断书，另外还有酒店被砸的损失清单。你先下去吧。赵大人，本官之所以要半夜审案，也是为了避免县里旁观群众说您的闲话。据我了解，这件事本来与你无关，请客的是本县县尉，打人的也是他的亲军，所以您看。赵明亮一听，陈前这才算说了几句人话，脸色也稍稍缓和下来。不过陈前接下来的话差点让他背过气去。这是损失清单，一共是1085两7钱银子。如果您能把银子先交上，这案子也就结了。人不知鬼不觉的说好。陈前，你好，你真好。赵明亮在结案文书上签押具结，按了手印，算是给赵明亮留了个案底儿，并答应只要银子到位，这份文书他会悄悄还给赵明亮。还不赶紧放人！陈前心里憋不住笑，然后他恭恭敬敬地把赵明亮请到后院花厅就坐。赵大人此次来访可有公务？赵明亮把匈奴商人死在驿馆和匈奴人指名道姓要陈前出面解决的事情说了一遍。这事倒也蹊跷，宋郡守没审他们一审吗？也许人是他们自己弄死的，以此来要挟郡府。你也清楚，那些匈奴人豺狼野兽一般，根本不能以常人看待。陈大人，这是不管是谁的干系，若是纠结起来都与我大梁不利，所以郡守大人，请陈大人尽快把这些匈奴人送出郡界去。最近我也很忙啊，再说朝廷上也没规定县令还得负责送匈奴客商啊。郡守大人十分肯定您在定边的政绩，正准备向上面表彰您。我做的事情不用郡守大人肯定啊，明面上摆着的，而且上面已经派过钦差来访了，对我的工作也十分认可的，所以……哎呀，陈大人你就直说吧，想要什么，只要郡守大人能做到的，绝不会有半点犹豫。哦，原来如此，那我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要点什么为好。对了，上次我给大人说过，想提邢亮任定边县尉的事情，您都没给办，送郡守的空头支票，我更不能相信了，还是请郡守另请高明吧。陈大人，之前我考虑邢亮毕竟年轻，而罗怀远更老练些，能和陈大人配合好。现在看来罗怀远这厮实在是不成器，我已经把邢亮给带过来了。如果陈大人想用他，我即刻就让他接任定边县尉就是。他一个人来的吗？我听说他手下还有300个部下，都很听使唤。我回去就把邢亮的部属都调过来，300不够，我给你添到500。呵呵，赵大人果然雷厉风行，令人佩服。陈大人还有什么要求？对了，我上次去郡里，听说水槽衙门的于德水要告宋郡守呢，我这里正缺个管农业的县城，不如……好，我回去就跟宋郡守说，让于德水来定远当县城。陈大人还有什么要求？我要是亲自去郡里，恐怕也脱不开身啊。再说，我一县之尊，去和一个匈奴商队交涉，是不是有伤大雅？陈大人直说吧。这样吧，我派个人去，只要郡里给开公文，我一直给他们送到老家去，以免半途再生出是非，你看如何？这当然行。那就这样定吧。陈前又去找了贾纯风给自己看看运势。贾纯风的确是个牛人，用看似简单的2句话就解决了陈前的迷茫。大人您想做什么样的人呢？那皇帝又希望大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正当陈前迷茫的时候，贾纯风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世界那么大，何必在大梁这棵树上吊死？以大人的能力，哪儿不是大人开疆扩土，营造大同世界的平台呢？与其帮别人打天下，莫不如自己干。咦，我早就看出大人有权掌天下的气象，我也替大人望过气。大人的福星在西北方向。西北，贾先生主意倒不错，你先教我如何把河西走廊的匈奴诸部征服了。匈奴人无法靠武力征服，是吧？其实他也知道，匈奴乃多个游牧部落组成，本身就算不得一个国家，你就算把一个部族灭了，其他部族也只会源源不断的来报仇，而不会降服。但要征服匈奴，只需大人自己即可啊。你当我是神仙，挥挥手就能毁天灭地吗？正是，大人乃天神下凡。匈奴人不怕死，是因为他们相信，为了部族战死的战士的灵魂会到天神那里去享福。如果陈前是天神下凡，他们别说抵抗，自己就跪拜臣服了。咦，这个主意不错。从穿越以来，他一直就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为生产力制胜者，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发展科技，想以科技致富，但他忽略了人的精神信仰的力量。怎么才能让匈奴人相信我是天神下凡？我秘密去匈奴控制的地区，以天使的身份去传教，宣扬天神陈大人的广大法力。等匈奴人在心中有了概念，大人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去接收匈奴人的地盘了。哈哈，贾先生真乃我的神助攻啊！但贾某此次出使匈奴，必要先有个官文才行。大梁对臣民控制极严，普通百姓离居住地几十里，若无官牒，当地官差就可以当流民抓起来判刑或设为官奴，更何况是出国呢？
这个我来想办法。另外，贾先生自己去实在太危险，犯起事来也不方便，我当派人助你一臂之力。大人，贾某这一去不知多久才能回来，所以请大人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我已经为大人找到了一具分身，请大人在关键的时候使用。陈前瞪眼一看，只见这青年相貌长相居然和自己有8、9分相似。感谢关注，下期再见。他把玉米带去了古代，县农业局长当时就傻眼了，他哪儿见过这么大的骨碎子？只要把这些东西种好了，我保证到秋季，咱们县地里出的这些东西就能养活整个郡的人。他决定在古代搞试验田，推广玉米、土豆、红薯等粮食作物的种植。真的吗？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还能见这么新奇的东西。因为他的军师贾纯风临去匈奴时，曾交代过他今年是个大灾年。此时的匈奴混血王部胡叶单于听完乌尔图和查理曼点激动地描绘着在人间天上所见的奢华后，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胡说，我们只应信奉我们的神，我要立即杀掉那个妖姬。胡叶单于，不得胡来！如果惹怒了天神，天神会降下灾祸，你族将快速毁灭。哼，既然你这样说，我倒要看看你的天神会降下什么灾祸。胡叶一听，当即下令将大月支和贾纯风等人关押了起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老爷，夫人她病了，让我来喊你。我什么都没看见。老许，快给看看我夫人她得了什么病。片刻后，许鹤年脸色陡然变得放松。恭喜陈大人，夫人这是喜脉啊！月娥她有了。女人一旦怀了孩子，那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生物。倒是海棠悄悄对董月娥说出那天自己见到的诡异情形。小姐，老爷着实怪异的很，您觉得他是那个老实巴交的陈公子了吗？不许胡说。但他最后还是决定让海棠寻找机会探听一下陈前的口风。你说刚才只看到了一团光，却没有看到我吗？就是嘛，老爷难道是用了什么法术？哈哈，就当是法术吧。老爷，那你的法术从哪儿学的呢？你就当偶然遇到了神仙。陈前对海棠刨根问底的好奇有些警惕，准备穿衣离开。老爷，我不问了，我就当您是活神仙。海棠可怜巴巴地求陈前不要走，但陈前的心思已经被一个想法占据了。既然自己进仓库的时候，海棠只能看到一团光雾，却看不到自己，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躲进仓库里玩隐身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多了一项技能？只是他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会跟着进入仓库中。海棠，来，我和你玩个躲猫猫的游戏，如果你能找到我，老爷今夜就赏你一次。陈前引入仓库半晌，见没有动静，又从仓库里出来，见海棠正傻愣愣地站在一旁。怎么不进来？我领你到太虚境界去玩耍。老爷饶命吧，奴婢再也不敢了。他低着头丢了魂似的，陈前也不知道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此事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否则泄露天机会有杀身之祸的。陈前已经大致确认，别人就算想追进仓库找他，也是不可能的。当天晚上睡不着的朱玉环做了几个小菜，偷拿了一坛酒，趁旁人都睡着，悄悄跑到花厅找陈忠。你来作甚？怕你夜晚孤冷，所以才来看你。既然来了，便帮我办件事。陈忠也不想和朱氏翻脸，从衣角抠出一个字条，塞到朱氏手里。原来他一直通过朱氏外出采购的时候，把从陈前这里搜罗的情报送出去。他们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其实陈前早就用院子里密密麻麻的摄像头将他们的行踪掌握得一清二楚。哼，这两个狗奴才是该惩戒一下了。从高清摄像头记录的画面，甚至可以看清陈忠写的密报内容。匈奴混血王部也受到了这次灾情的严重影响，昔日青青草原现在已经枯萎，再也看不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情画意。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死的了吗？大梁现在有威远将军大炮，你有吗？难道你要把混血王部的血流干了才罢休？因为大月支不断给看氏灌输着一种理念，陈前是神，是比草原上的神更厉害的主。你把神使贾纯风等人扣下，得罪了神，所以神才降下灾难，惩罚你们。大王，咱们混血王部和大梁有合约，要是先动手理亏。再说大梁的大炮也的确很吓人，咱们何不撺掇羌人去进攻大梁，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呢？胡叶一听，这的确是个两全其美的计策，扑哧一笑。你们谁去羌人那边？快联络此事，我倒要看看陈前是真神还是假神。陈前还在为了国贸市场的事情请官员们吃着工作餐，宋镇守似乎在这地方已经找到了爱情，只要听到他金银交提，就已经达到了人生快活的巅峰。既然大人如此喜欢雨燕，何不带回郡里来个金屋藏娇呢？陈贤弟的主意的确好，只是不知这人间天上的老板肯不肯放人啊。呵呵，这个既然大人真心喜欢，我可以跟他们老板说一嘴，毕竟能促成一对神仙眷侣，也算是功德啊。他开边境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了解附近游牧民族的风土人情和资源矿产，以及进行文化入侵。据情报，大梁西南的羌人部落最近有很大动静，大批战士正在集结，并向大梁边境移动。位于边塞的威远郡全面进入戒备状态。大人，我等要如何面对这次军情？威远乃是整个郡的屏障，有赵长史大人守着，那些羌人进不来这里。羌人部族也不傻，明知道威远郡有枪有炮，还偏偏要绕到这里来送死吗？这是冯斌也亲自来拜见陈前了。陈大人，兵部催着要订购的火炮和枪支，我也实在被逼得没办法，才找大人想主意。你是来要定边的那些火炮和火枪吧？现在就全拿去吧。大人，我冯斌感激不尽。
冯大人支持你的工作是我应该做的。陈前知道冯斌也是迫不得已帮他完成了上头交代的任务，但此时的定边又将失去了多少安全依仗？大人，冯斌实在不像话，当初若不是大人救了他，他哪能有今天？也许早就饿死或被官府当强盗杀了。罢了，他也是身不由己。陈前之所以如此淡然，是因为他已经造出了新的秘密武器。感谢关注，下期再见。他明明可以和同事搞好关系，就因平时不够圆滑一毛不拔，这次连上司的门都没进去。我见这位仁兄佩戴着战刀，应该是位将官，为何在郡衙门里的人闹僵起来了？聂胜见他一脸疑惑同情，当即把自己来郡衙门办事被门军挡在外面的事情说了一遍。聂兄，恕我食言，来这郡衙里办事的官员不是骑马就是坐轿，随身都带着小厮或亲兵随从，到衙门让小厮把名次一递，说明来意，里头自然就有人来接待了。像你等这样硬闯的，恐怕是被误认为闹事的草民，不闹出误会才怪了。哼，原来如此。老兄，有句话说得好，衙门口朝南开，有礼无钱莫进来。再者说，你既然是为修筑城池的事情而来，那也是长史衙门主管的事，就算派你来，也应该遣人和你一起来交涉才对，莫不是你老兄？聂胜一听，原来还有这样的程序，当即要回去找长史。聂兄，此时正是正午，你也忙得饥渴，不如我们先吃了饭再去办公室也不迟。3杯酒下肚，聂胜也问清了刘伯当的身份，原来他竟是陇西军阀之后大梁平西将军刘延庆的孙子。想不到聂都尉竟然是平乱荡寇的英雄，伯当真是相识恨晚啊！我哪里称得上英雄？我大哥陈前才是英雄。唉，只可惜我刘伯当平生就敬英雄，却无缘见到陈英雄。这有何难？等办完了这件事，我当帮你引荐啊！那可太好了。谁知等了一下午，刘伯当却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朝廷拨的银子早就下来了，但郡守却私自做主，把这笔银子用在修造京城郡的其他项目上去了。岂有此理！定远城不加修缮，何以抵御外敌？聂兄且慢，千万不要冲动。此事我估计长史衙门一定知道，长史大人都没有说什么，你一个下属去讨要，岂不是自取其辱？谁人肯帮你说话？哼，这个官当得实在憋屈，不干也罢。聂胜闻言，心中更是窝火，跟刘伯当说出自己想辞官不干，去找陈前的想法。聂兄这样辞官而去，恐怕也不是陈英雄的本意。就算聂兄见了陈英雄，又有何面目去面对？依小弟看，不如聂兄在定远建立一番功绩之后，再也没人敢看着聂兄了。他这一番话说的聂胜羞愧难当，从此把刘伯当当为知己。京城郡长史姓孔明星亮，本是圣人的后世子孙，可惜除了占了先祖的阴福，却没有圣人的德行，打定主意要赶走聂胜，只是在等待着机会。聂胜这厮总归要找个事由，狠狠处罚一次，罢官赶走才好。如今羌人来犯，孔星亮故意设局让聂胜出兵，最后以没有打过羌人为由，要治他的罪。聂胜，你出战既损失了300多兵马，让我大梁蒙羞，该当何罪？孔星亮，你丫的是人吗？你明明带兵来了，见老子被围你不救，老子拼死杀出来，反倒又问我个罪名，我凑你祖宗！来呀，给我拿下，关进监狱！此事被刘伯当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孔星亮这是想要聂胜的命了，于是以回家探望老母亲为由告了个假，骑马星夜奔定边县而来，找陈前想办法救人。聂胜跟孔星亮提没提我？他没提，我侧面跟孔长史说了。但孔星亮当时说了句很狂妄的话，陈前这个人我听说过，他在威远郡好使，但在我京城郡不好使，不服就让他来京城郡找我。聂胜是我的好兄弟，他有事我不能不管，你等我准备一下，我亲自去趟京城。刘伯当既然能星夜赶来送信，定是一个义气之人，况且他还是个将门之后，所以陈前对刘伯当也很认可。老爷，我跟你去。不用了，你留在家里，只把罗侯喊来，跟我当个随身答应就行。此时自己的分身已经养了几月，这段时间陈前在道观里对分身又接触训练了多次，现在是用上他的时候了。然后陈前又给赵昆山写了一封信。将军，羌人已经聚集了3万人马，正向定远和威远武威一线移动。羌人此番做这么大的举动，看样子也想趁大梁最虚弱的时候分一杯羹啊。陈前马不停蹄，1日1夜就赶到了定远县城。孔星亮拿过名次一看，赤峰武大夫，定边县县令陈前求见。咦，他怎么来了？两人都是只闻其名，未见过其人。陈前有武大夫的爵位，享受郡守一级的待遇。陈前见过孔长史啊，来了。陈县令请坐。陈县令来我这里有什么事吗？孔星亮见陈前一脸书生模样，又年纪轻轻，也没客气，只欠了签订，连站都没站起来。孔长史，定远县县尉聂胜是我兄弟，我听说他因为和羌人打仗打败了，被孔长史处罚，所以来找孔长史求个情，放他一马。这是2000两银票，就当我替他孝敬你的。陈县令，你手伸的也太长了吧？这2000两银子你拿回去，我不缺这个哈。你要是没别的事，恕不奉陪了。孔长史，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我已经替聂胜这么求你了，你一点面子都不给。这是京城郡，不是你定边县，你在我这没面子。行，孔星亮，山不转水转，咱们总有能遇到的时候。他本想着能用钱办事，就尽量别伤了和气，没想到孔星亮这招牛叉，陈前刚从长史衙门里出来，刘伯当就从旁边迎了过来。怎么样？孔长史的意思是，这小子不太好说话，要不我去找找郡守大人？不用，你先领我去看看聂胜。
他临走的时候，已经给西北战区司令长官赵昆山写了信，说明了聂胜战败的前因后果，并且要赵昆山以军区的名义保住聂胜。我祖辈上就跟匈奴和羌人打交道，这次和聂胜对战的这群羌人属于仙灵部落，打起仗来十分凶猛。仙灵部落？陈前心猛地一跳，因为他想起了当初自己曾在山洞里和一个羌族少女卓亚的爱情故事。卓亚和他哥哥不就是仙灵部落的吗？而且卓亚似乎还是部族中的女王。想到攻击定远县的那些羌人很可能就是卓亚和野仙带来的，陈前心里一下子有了主意。大人，你怎么来了？你是我兄弟，你有事我必须到场来看你。这里的事我都知道了，别有顾虑，先在这里安心待着，我定会救你出去，不但救你，害你的人我一并整治。陈大人，如果嫌弃，请到我设下安歇一夜如何？伯当兄，去你那里就不必了。如果你方便，我想向你借匹好马，去羌人的大营那里看看。啊？不要担心，我和这个羌人部族过去有过来往，我想问问他们这次究竟有何意图。当夜月光如霜，地远城外5里，羌人的大营火光如炬，陈前一人一骑直接往羌人营地那边去了。我是天神，来见你家主人。不一会儿，从羌人营里冲出一个着装奇特的年轻女子，那女人长得如同天使下凡，冷艳的让人不敢逼视。亲爱的，你也在这儿？你这个冤家怎么才来？陈前和卓亚一直跑出10几里，然后在一处小河边停下来。陈前刚想说话，就被卓亚甜润嘴唇狠狠亲吻着他。感谢关注，下期再见。你这个冤家怎么才来？陈前和卓亚一直跑出10几里，然后在一处小河边停下来。陈前刚想说话，就被卓亚甜润嘴唇狠狠亲吻着他。卓亚，如果我助你统一羌人诸部，当上西王母，你还会进攻大梁吗？除非你肯留在我族中，我愿将王位送给你，并发誓永不与大梁为敌。我知道了。这时陈前从仓库里拿出了一支电棒。卓亚，这个给你当武器，一会儿我告诉你这棒子的妙用。随后，陈前又拿出一个巴啦啦小魔仙的仙女棒，把开关一开，魔棒里的小灯闪烁起五彩绚烂的光彩。卓亚，这是神赋予你的权杖，你要靠这2件神器去征服你的敌人，建立你的国家，统治你的部属。当族人们说遇到神灵的时候，卓亚是充满疑惑的，可眼下陈前所展示出来的都是神迹呀。如果有人不服从你，我会从天而降，来帮助你毁灭他们。人要有理想，有信仰，否则遇到困难就会退缩。他相信以卓亚的地位和能力，是可以统一羌人部族的信仰，从而建立起一个国家的。我也该回去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再相见？等你统一了羌人诸部，在瑶池边修筑高台和7层宝塔时，我会去看你。当刘伯当看见陈前只身闯敌营，并且全身回来之时，一脸的困惑。陈大人，你真的没事吗？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准备迎战羌人的再次挑衅。陈大人，你的脖子上面是怎么了？蚊子咬的，路上太多蚊子了。大梁西北前敌